相对来讲肯定是不如就是其他的一些图舒服的嘛。对，这张地图还是比较考验你的一个熟练度，而且呢，像里奥的回忆，它的一个地图特点就是我可能单独的某一个点板区是比较密集，对，对吧？而且像它中间有一些空地的话，在外面直接是放心的摸一个机械傀儡就开始破译，那这样整体来讲的话，节奏对于球商来讲也很舒服。是的，而且外边的牵制位魔术师、古董商都是有能力去牵制跛脚羊的。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追击目标的选择。感这个位置是直奔着魔术师的中场过来。对，因为中场的话，毕竟前期还是相对来讲危险一些啊。是的。而且看会不会堵到他这边的一个天赋。不过梦露这把其实多带了一个飞轮去加强自己的一个牵制的。窥视者是比较适合在这张地图进行一个追击的。啊，这边的话他选择是直接预判魔术师的一个方向，哦，还是要补上一个插眼，对。这个时候手里的愿力已经是比较多了。但感觉是有操作空间，很险。有个加速，刀尖起舞，这个位置上双边还要博弈。对，这个笼子的话要废掉了。是的，但是第二个笼子，因为魔术棒的话还在 CD。对，比较精准，直接补到了第一刀。而且前期确实存的一个愿力比较多，我是有容错的。他其实这把的话还是比较准的，直接带补到了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是。然后看能不能先抽一刀拿一下存在感，也是把梦露给逼出了刚刚的一块一板一窗。梦露他肯定是你不放围龙，我不教这个技能嘛，可以给你走路拿一刀。是的。前面看这个魔术棒得教。这边好像有猜到了你是。对，不过说还有飞轮，应该是问题不大。这个围龙还能废掉。是的。那下一个围龙就比较危险了，得利用这块板区做一些文章了。不过他的魔术棒是释放出来了，这边的走位骗到了。很细啊。是的。这魔术棒是先往哇，还翻了块板，那这样的话，对，已经废了很多笼子，已经废了4个笼子了。对。那这已经是哇，还砸了一块头，那这样感觉冲着3台密码机去了呀。是的，而且他还没有换到状态。是的。那这边愿力也不足了，这个笼子必须要击倒，刀切稍微短了一点。龙泉要冷静啊，必须要稳住，因为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已经来到了将近3台，甚至于说第4台机已经有人在修了。对，毕竟还要算上你挂上椅的一个时间啊。那看到远处的大副已经是在往这边赶了，因为毕竟现在就剩下他一个花显围了。主要是现在你的技能跟愿力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嘛，也已经暴露了。那第一波牵制废了5个龙的话，手椅就没有什么压力了。是的。他现在对于他来讲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打一下魔师的针对，因为我们在上历史老师知道他没有回光返照嘛。对，这个天赋的话是可以针对的一个点。对，但东玄他自己现在不知道这个信息，看他能不能去捕捉到了。聊到了。这样的话应该也是不能给什么26的。对，而且梦露的话其实也就不转点了，我就在这边走，也不会干扰到其他人的破译。如果说求生者他们想要去争的话，那古董商是可以考虑直接过来的。就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想法。哎，来了！哦，已经往这边贴过来了。再往这边靠。倒的也是比较靠脚的一个位置。对，这里是很难挂出去的。对于一个古董商来讲的话，他的发挥空间非常大。是的。一直在压力，不出棍，小走位，小碎步去蹭，有飞轮，但是还吃到刀。不过密码机的这个进度已经非常多了，古董商就算倒地了，其实压力也不大。而且这边的话下到了一块板啊，那这边看一下。好像不太能够进行一个击倒。是的，击倒了。不过你看一下密码机的进度。等星儿和大副另外一个人谁破译开了再来救一下。我觉得可以让星儿来吧，他毕竟手上还有一个包裹，那是可以直接许愿出一把信号枪的。是的。那我看一下神队这个位置啊。得去管一下李宝的密码机了。现在这个密码机在脸上，可能要考虑去切角失常，因为这个进度是有点控不住的。如果说不踹的话，那密码机是可以压好。对于东玄来讲的话，你要做一个决策，还是想要去打一个常规的手椅。这边古董商交出了他的自愈，带着手电筒过来，看一下能不能去给魔术师挡到刀了。那他们那台87的密码机其实目前是没有人在破译的。直接交飞轮，顾堂补上一棍，这个时候大副可以去补密码机，这刀打到了星儿身上，然后星儿这边可以继续去封锁你的一个技能。主要你一直沉默，现在就有点追不太上梦露，那台密码机已经要压好了。但是梦露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东玄还是有机会去保平。对，还是要针对到这个魔术师，因为其他人的话也在脸上，他们没有太充裕的时间去布置开门战。哎，隔窗刀，密码机亮了，但是同样，对魔术师被秒了，门是没有人第一时间能开。
这边可能要考虑底牌切技能，然后是的强行把古董伤留下。哎，哎，可以主。要古董伤他也没有自愈，中来直接击倒了古董，那得先把模式给挂上，这把大律是能平局。稳平，对，因为他现在想去摊门的话，可能也不太好摊了。主要魔术他是有自愈的嘛。对，幸儿这边也是把门给点开，然后在门里去等。大副在大门的位置也是比较安全，而且手上还有一块怀表。那挂上的话得先去门口，走了。走他应该是不摊了。这里的话，还有个地窖，那保平了。我觉得对，交一个围龙，把人挂在一个中场，靠中场的一个位置，或者直接签也行，因为这边已经出门了嘛。对。那这一局打下来的话，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唯一比较难处理的点就是一个大副的这个魔师的天赋嘛。对。如果说这一局是携带了一个回光返照，那这把甚至于说我们就打一个硬实力的对撞。那你们觉得他会不会像上一把一样，也是一个把星儿给包起来的一个悬点，然后让魔术或者是木偶师站出去做一个牵制？大概率是，大概率。他会不会带了一手牵制上的一个天赋？是，因为我觉得把魔术放大防的话，还是稍微保了一下他的。有可能是打反心理，就是我木偶师。好，那这一局的话，从悬点上来讲，他是更靠近中场。可以直接去来追击中场的这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木偶师他是一个纯牵制的天赋嘛。但感觉的话其实是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哦。我想来大防这边，还是说还不一定想直冲杏儿吗？对他可能是给你两边都上压力了，大防跟200一窗你还没有那么第一时间敢修。是的，对，大家都在一个跑点的过程中。对，因为求生者都不修机的话，博奖就当攒能量了。是的，而且本身也带了个失场嘛。还是去追击这个魔师，但这个笼子有点短了，没有围住。是的，交魔术棒在钻，但这边是有拿刀的一个机会了，对的。它主要是你钻围龙的话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嘛，是的。就是说你先钻再释放一个魔术棒可能会更好一点。接下来的话，这里其实是比较偏空地啊，对于佩佩来讲有一个秒人的机会。但这边又没有短了一点点，但第2个围龙补上。那这边以为他是一个反走，那阿远这边也是在观察啊，假装拆笼，实则钻过去，看能不能木压稍微弹了一刀，那漂亮，这个笼子又废掉了。感觉远的这一波反应很快，2个魔术棒交的都很好，在这个围笼内把佩佩给博弈到了。那这边的话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而且有一个地下室，主要他的一个天赋带的是一个弹射，对，没有飞轮，去带一个飞轮的。他可能更着重于考虑。佩佩可能会掏一手歌剧，所以带了一个双对，就考虑一个拉点的事情。那感觉密码看这个市场怎么样去交啊？现在肯定要踹这个小木或者中场的。对，中场这台直接没了。哇，直接60归到7%。那现在等于2台机的一个上挂。是的，监管者就比较舒服了。而且玉林那边的话，其实他的道具是没有摸娃娃的，他是一个护腕跟怀表。其实前期的一个。压迫还是让求生这边没有敢摸这个娃娃，他其实是有点被大防这个佩佩迷惑到了。是，这边的话稍微的判断错了一点点方向，但是只要在化险为夷时间内去击倒就可以了。是的。这个围龙怎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对，就是会第一个圈不到。不过他第2个围龙也是都精准命中了。那对于求生者来说的话，好消息是这波有一波这个无伤救，然后再加上这一把求生者是有3个搏命的。所以说看一下这边玉林的话，手里道具也比较多，那就是由他来进行一个2救。就我怎么样我都能开2个圈嘛。对。但是你现在因为被失常踹了一脚，所以这个密码机的进度还是比较有压力，太少了。是的。这边只能尽量我压满救一波，然后再套化解。又是一个无伤帮扛了一刀。这样的话，魔师看能不能第3波利用这里的地形去牵制一下。对，因为他是带了弹射，这边是有机会去交一个双弹的。在板区去骗你的围龙，骗走位。但这这个围龙好像又是没有把它框在笼子里面，把它卡在了墙角。他也动不了，但是你也打不到他。是的，你只能等他把笼子拆掉，或者你自己拆掉。那现在愿力值还是比较少，这个围龙的话不能再去失误了。但这边拆掉了，我好在有一个交互减速。对，因为他刚拆掉围龙的话，他是第一时间来不及翻过去的。我这里也是成功的把密码机修亮了，修到第4台亮嘛，对吧？现在是只剩最后1台密码机了。
因为配合我们的观众效应，其实这个休息速度还是很快的。现实是的，他们也要赶紧把刚刚99的给亮掉，不然的话市场也是好了。这个时候玉林再补出一个机械玩偶，对，对，那他就可以用这个玩偶去补状态，以及说后期的一个开门战贴门了。他先把自己的一个状态摸好，因为其实他的队友的话，其实状态跟道具都很健康啊，所以说是完全可以出来扛压的。那对于监管者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台密码机可以去打拉扯的。是的，这一局跟上一局节奏肯定不一样嘛。现在我提前减员了，对，减员了。第二波的一个节奏，我能去逼到大副的道具以及状态，我就有开门战争夺章的一个机会。哎，这边给打到了，好准！那可以打到大副他的一个针对了，说道具已经完了。远端围龙精准拿到，而且在这边交表的一个情况下，还把一花给击倒了。是，对。那这样的话，如果打到开门战，大副是没有道具的，对，然后星娥是没有大心脏的，所以说监管者的争夺能力还是有很大机会。这一把的赢面是很足的，这一甚至想直接消传送，打一个时间差，那看能不能把脸上的人给秒掉。但这里木偶师的话还是比较能扛压的。对，他木偶师只状态比较好。要稳稳的教木偶的话，就是怎样都能吃你4个笼子。再加上他是一个双弹，所以对于佩佩来讲，这一波的一个决策还是会给到他自己有一定的压力。球商的话也是在大门的方向重新开一台密码机，继续去逼你的路易，已经交了第3个围龙了。第3个路易交的也比较早，那就直接把笼子给拆掉。是的。那现在他的一个状态也是一刀倒了。哦，这样的话还极限的去打到了，对，还是挡到了这一刀。那看一下大副那边也是省下了自己的一个自愈，玉林这边也是摸了一把枪。那边的话也哦，这一刀没有打到，已经在修大门的密码机了。是的，那还是多拖了很长的一个时间的。那我是应该是带了一个防御机制。是的，而且这里的话，玉林也是成功的摸出了信号枪。那看一下佩佩想往那台密码器挂一下啊，让你那边修的没有那么舒服。应该是要直接抓一下大副了。这里的话，可能人都不挂了。因为挂给他救下来又是一个满状态嘛，等于。但这边这个笼子的话，中间是有一块板子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处理掉大副。这个围龙没有交好。对，然后还把自己的愿力给耗费了。是的。那这一波没有把大副给击倒，就是这波特别亏了。对你现在走过去的话，其实大副是没有那么怕的。不过好消息是，现在3个人都在一个门的附近嘛。就算密码机控不住的话，也点不了另外一个门。是的。看一下能不能先在这边把大副给处理掉。这边的话就选择我就强拆在这边倒地，因为另外一边的话已经是让其他人去补另外一台密码机了。幸儿一直在给压力啊。对，作为一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他来救人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我感觉他的娃娃应该是贴了小门的，因为刚刚在小门方向去摸出来。哦，确实。那这里再把它给从大门挂到小门这边，但因为木偶师是半状态，其实你过去的话，它还是能够有一定的牵制能力。对，反正那边娃娃也贴好门了，这样的话开门战我只需要赶过去就可以了。那对于佩佩来说，其实这一局大概率是要打开门战了，所以说要尽快部署一下开门战的思路。他其实这把是有机会去争多的，但是就看他开门战怎么操作了。哎，把人吸回来，但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是还是击倒了。那这样亮掉密码机之后呢，小门是能够快速点到的。看一下这围龙秒掉了，秒了，很准。那现在的话，虽然门在开，但是他们2个人还没有到。对，这里的话，佩佩他要做一个决策了，能不能精准的去定位场上求生的位置？木偶师的话还好，因为他状态还是可以变身，但是主要幸运儿他会很尴尬。但是如果说你找到了这个木偶师，他应该也是走不掉的。看一下，选择往大防去排，然后直接交一个传送传。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人是往回走的，看有没有机会救。脸上，我先把幸运儿处理掉的话，再回去打一个拦截也是有多抓面的。是的。你怎么说了？能不能抗住压力？没有办法。没有携带飞轮。是的。那这样的话，把他往门口挂，但这个门的话也是点开了，另外一边大副肯定是可以救下来。对他把这个人挂在这里之后，救了大副，就知道脸上的耳鸣是那个玩偶的嘛。是。那就可以直接杀回去。现在的话，大副是没有道具的，只能靠木偶师扛压，但木偶师他没有位移能力。这2边都有人，就看佩佩他怎么做一个拉扯了。对于求生来讲的话，其实想平还是要看能不能把幸儿给偷下来，直接走小门。对，那看一下往这边排，好像是谁都没排到，因为左边的木偶师跟右边的大副都是往小门方向去贴的。求生者他们最好慢一个人，对，然后另外一个去救了，直接走小门。对，一个人来吸引火力，然后另外一个人救人，2个人一起走。感觉佩佩的话也是意识到了，那这边还是着重去守乙过来救。对，挽留时间也不多了，这边木偶师已经贴过来了，看一下这个路易的释放。
没有问题。木鸭到了，交第2个围龙，想要去打一个拦截刀，想做翻板。是，那这样的话，其实一花也走不了啊，他离门太远了。对的，这里再回头找一下大副，有一个争四的面。对，佩佩这里不着急，他好像看到人的位置了。 找到了，这边必须要冲到木偶石交自愈，木偶石自愈很慢。是的，他本身就是一个有治疗底 buff 的角色，这里大副能不能把这个围龙？哎，笼子消失了，不过手里还有龙，还有原力翻过来一刀能打倒，木偶石起了，应该还能走。对，因为现在的话，路易对可以操作，或者走地窖也可以，地窖和门都行。对，大副这边的话他是挂飞了，对，他不能挂，但大副这边可以一直爬。对，也。 有点难受啊，是的，对，这个争四是很难的，因为你挂人我就走地窖，对，你不挂人的话我就让队友爬。江颖在地窖蹲好了，看一下佩佩这边，但放飞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他自己是有一次变身机会的，怎么说？这个围龙没有把地窖给框住，差一点点走了。哇，还是一个3抓局，哇，这一把的话非常的惊心动魄，一波3。你先选了，赶紧选了，对我后面也不用再想着了。 这样的话，我错开你的火灾，错开你的杂技，确实是有说法的。是的，而且杂货商打这张地图是完全不吃亏。是的，因为杂货商强追击嘛，就拉点大房。你选大房那个区域呢，我第一时间在中场你也追不到。是的，如果你选十字架的话，它也可以根据地图哪个电机被封，然后往哪个地方。主要还是因为是一个杂货商嘛，他的一个赶路能力还是不太强。这样的话也不怕你选到我边上。 好，那最好肯定还是想要去找一下这个囚徒的，就看一下囚徒他的一个牵制了。现在已经是跑到木屋的方向了。对，木屋机子被锁了，所以说就一个人跑到那个角落里去进行一个牵制。对，这里的话我感觉找到神坠都要花一些时间啊，他甚至可以选择一个躲。啊，囚徒连电是有声音的，所以说大概能确定这个大概的位置。站在木屋后面已经开始跑点了，东西这里是直接预判，而且很精准找到了球的位置，对，把它架在了木屋后面这个点位，但是第2时间好像是有点丢失视野。他觉得他往回绕了，但其实神坠就在刚刚那个这一波反绕反而是把自己绕到了。对，其实如果说直接追上去硬跟的话，可能身位会拉得更近。是的，是的，是的，感觉这个第一时间没有发现囚徒，刚才就在脸上，很可惜啊。 是顺路封了一下树林的灭瓦机，但第2时间的话，也能通过自己的一个开门来破点。这样的话已经是从基本上绕了地图1圈了。是，所以这里手上有一个电，但是他没有等到板中间的时候去交，拉点的时候交的。然后想要给飞轮，直接飞轮木压，但是这个短板还是有点玩不了。还是在一个拿刀范围。对，这个移形我觉得可以不省啊。 早点交，因为这把也没有什么 OB 位嘛，对吧？无所谓你的一个技能暴露的。还是想先用藤蔓啊？那看一下这边，哦呦，差一点点。对，直接选择反走，很聪明。要交一个重金之托，提前开门过来，但是这个障碍物是不是有点大了？但这个地方感觉还是能够拿刀啊。是，毕竟移速上来讲还是更快一点。对。啊，这个时间已经来到了1分40。 对，整体灭瓦机其实已经很多了，是3台多的一个进度。这个追击速度还是偏慢，就1分将近2分钟嘛。主要是还是在木屋那边让囚徒有一个拉开身位的机会了。是的，而且李宝这里的话也是就在脸上，他这个救人也不会被拦截到。对。他护岸过来，看一下碎石，炸到一下，那有点说法，有点危险了。现在 CD 能拖好，对，交一个他们被控住的话就要双倒，双倒了。 这一刀甚至想搏震慑，打一刀再掏还好。不过双倒的话还是稳定打到了。就以前的藤蔓，它的一个控制时间会减少嘛。但是对于球人来讲，我只要卡半把这个人救下来的话，就已经不错了。是的。那双倒的话，求生者这边的争胜的机会就会偏小了。是的，是的。对于东西来讲的话，他前期的一个劣势，因为这波双倒也是可以接受了。啊，另外一边的话应该是让猫猫过来，因为他还是带了第2个化险为夷的，已经贴到脸上了。没错。这边的话，先修一下刚刚佣兵那台密码机。我在也是边抢密码机边准备过来救人啊。对，也是清一下这边的一个资源。大家这个分工还是就比较清晰的，还手上都比较忙。这样直接重击托拿一刀，要不要保一下呢？早点救。 看能不能让囚徒再自己牵制过来吧。这边不先处理掉这个球吗？
哦，想把它架在这里。主要东贤感觉已经把人给架对，而且还住了。丢到了对，这个碎石，然后再补一个，把走位给逼死一刀，应该可以率先减员。是的，不过挂飞之后啊，那台60多的一个密码机其实差的也不会特别多了，有点守不住了。对。 看东玄这边会不会有一波底牌切传送的？对，是可以考虑交传的。但这边求生者提前这个防了这个传送，所以说都没修了啊。那台75的话也没有人，因为毕竟现在佣兵火灾的一个状态都比较差。这里也不是特别着急去破译密码机嘛。对，可以先调整一下状态，然后3个人再慢慢跟你拉扯。他们已经去大房新开一台了。 脸上需要一个人来卡这台大遗产，然后外置为这个佣兵去开一台新机。就杂技肯定是要准备过来给压力的，然后让猫猫跟李宝他们2个人呢去分散开来。要么我就修新的，要么呢我在中场做一个空场位。哎，那这边的话把2个气囊都给处理掉了。选择是让猫猫贴过来，但他现在是什么道具都没有，而且暴露过自己是一个化险为夷啊。对，还是有点。 风险啊！这边的话，那台密码机是不太够的，已经看到脚印了。如果能击倒的话，还是能多一个收益环节。对，但是东玄稍微这一波有点逛了，就是没有拿到任何的一个节奏。他还是怕有人回来修这台大门的一个密码机。对，他现在这个追击目标可能只能定在猫猫身上。开个门。这个感觉又预判错了一个方向。他可能是。 还是没有看见他具体的位置，对，觉得他可能那这样的话都有机会拖到密码机压好啊，因为刚刚想追的话才40，现在已经是80的密码机了。啊，这样的一个追击，哎，还好极限。对，那还是能在电加好之前再打一波收益。是的，就可以为开门战做准备。至少他还能把所有人都聚集在大门附近。这样你压机的人在大房嘛，然后你这把就不像那局有一个娃娃能贴门啥的。那这波感觉打算。 要扣球直接救吗？但是还是先被藤蔓。这是炸吧？应该还想炸一下，可能要等你救下来，然后我炸2个。哎，直接打，扣一个火球，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在第一时间去进行一个秒击倒。他应该是想预判一下火灾，没有去携带一个回光返照。对，这里的话，这个藤蔓其实好像能咬住吗？很难扳回来没有咬住，但距离在脸上。而且没有炸到。 那门的话是钢点，这边对架住了。这里的话可以直接去管门啊。是的，想挂，想挂到门口，然后利用自己的一个技能再去留人。现在门的话开不完，很极限的一个时间，但佣兵是可以挡一刀的。他除非先把门给锁住，但这个时间感觉来不及啊。藤蔓过来没有选择，除非呢交技能。对。 哎呦，这波如果说直接切传过来的话，是有一些留人的机会。强的一个选手。那我们刚刚其实看采访也说了，台球手的话又可以学习了。对他带一些张狂啊、冲动这样的一些天赋的话，其实他的追击上真的会给到球生很大的一个压力。是的。然后加上这个地图比较小，很容易控机子。对，很容易就可以边做到边追击，然后一样把大房给控出来。 这把的话，其实，在牵制上，你就是可能要考虑很多东西。真的，你顾及不太到队友的密码机，因为本身地图就比较小嘛，你的转点的思路也比较。看一下追击的思路，先往大房掉落点这边去排一排，把一花的位置去压一下。但你肯定不可能说我追这个野人嘛。是的，还是想压迫中场，不过这样也给到了其他人拉开身位的一个机会。而且这把球生起修的一个速度比较快，还是要去针对小说家的，毕竟我的技能是兴奋嘛。他前期的话，肯定还是要先稍微逛一逛，给你点压力，把这个兴奋给拖好，然后我再调过来直接追你这个小说家。我保证我技能一亮废掉你一本书的话，这个击倒节奏就很快了。对。那求生者也知道中场电击一定会被锁，所以中场不修嘛。 现在兴奋马上好了，这样的话，画台球过来，给到一个加速。但是玉林的话，旁边还有一块板啊，所以说这里没有给到太多。直接交换位，防你这个兴奋，对，让你有空地兴奋的一个机会。玉林这边很聪明。是的。哇，但是台球手他的一个机动性可很难去拉开距离啊。我看一下玉林他吸收的一个速度，应该是能对，第二人跳了出来，感觉走路直接拿刀，飞轮交了飞轮，而且你现在想拉点，但是我台球手的一个机动性马上就能贴的脸，而且手上有兴奋也不怕你吸收。对你下一波的话，这个输液就算吸出来，其实最好还是不要交了。是的，我觉得他第一波应该就已经防到你是兴奋了，而且这边兴奋直接交，感觉走路直接击倒了，那就往脚里倒。对，那往大房一挂的话，樱花这台密码机。
已经被锁住了。对，已经被锁，而且这里是有一个地下室的。其实如果说想稳平争胜的话，就直接挂地下室。这个抬手手地下室是非常难处理的。那这边可能考虑抢节奏吧。对，对，我就早点挂上了。樱花那边其实上珠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看一下佩佩这波手椅的处理，以及说求生者这边应该怎么样去正确的救抬手的人。要去把他这样的一个黑八给骗出来，但选择直接下注贴脸救，让他没有时间去打一个球。对，主要佩佩刚刚也没有交易接，那现在的话，哎哇，呦，躲不掉，可以直接放在角落或者在这边等。是的，没办法。这个轨迹会自动出来，拿到一刀。感觉佩佩也很稳的，我就是正常打手椅节奏，我就保证你没有26就可以了。对。尤其是你这种双弹飞轮的一个小说家，你根本就没有一个后期嘛。那等我去把你这个人减员之后，我利用我的机动性就可以打一个很有效的控场。对，所以说这波我觉得对于君少天来讲，他不仅要救，还是要陪跑一下，因为台球手也不太能尽早的减员啊。你这个时候就有点像在打记录员的那种思路，对，得把这个人给保护，你把他换下来都可以，就是不能让人淘汰。你看他这个远端封锁密码机，其实还是给到你很多的一个破译压力的。这样还是直接去打，椅子面前有一个提前定好的一个锚点，但是没有选择去交。这边的话想保人其实也比较难啊。对，再给一个锚点，看一下自己飞过来。把风给交了。那只能扛刀了。很漂亮。哇，没有扛到。哇。而且浪费到了求生者很多的时间，甚至想弹一个双倒。交兴奋，但是这边防到了。激昂这里是选择交出一个腾云，不是强风。对。我的天。哇。这里如果是给风的话，那就炸了。对，那这边我挂上以后马上秒挂，外面状态都很差。哎，但是这边，这第一时间好像没有去看到我们的小说家的位置吗？这不应该。不过好在他出来有透视，他也是可以看到的。对，他这个稍微浪费一点时间。线路上附近的一个求生者，他是能显示的。对对。但对于他来讲的话，会拖延一波节奏，而且这个密码机的话好像要开了，就等不及一个杂技这台是能亮的，对。然后我们关注一下最后3台密码机的一个位置啊，还好有一台是在远端的沙包，沙包里那台还是比较远的。然后这边有2台，哇，这里好像直接找到了补状态的2个人。不过好在已经调好了，对，而且歪了一点点。是，而且2个人已经拉开了。现在就是的话，还是能够去做到一个比较有效的去接自己第2波节奏。是的，这机动性太强。对求生者来说，这边虽然说有1台电机要被去打拉扯，但是好消息还是3个满状态嘛。而且位置离得也比较远。对，这沙包是必须有个人来修的，而且这台机得是主力去破译。那应该是让樱花在那里的，然后中间卡一个气象，因为毕竟气象现在目前来讲道具是最少的那一个。这样的话，佩佩这个控场看一下他的一个思路了，因为没有带底牌嘛。是。那台球手想争胜的话，其实还是很看这个求生者的残状态有多少个。是的。这边看起来，而且道具也要消耗一下。是想找一下君少天了，2台密码机的话应该是不太好管。满清一下这个窗口，直接给一个8，把锁住，翻过来去等他的一个落点。对，那手里有一个强风。对，所以说这一波是可以规避的。他这一波倒没有选择去交一个兴奋啊。感觉其实这个兴奋可以交。但主要2台密码机其实，哦呦，这边翻过来了。是的。主要还是因为提前知道你过来是有一个僵直的。你的一个前后摇还是比较久。这边一个蓄力刀也没有打到。再给黑8，再锁到了。那现在打一刀的话，其实有台密码机。密码机的话是要差不多了，对。而且我吃一刀直接进大房，有一台93的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然后樱花那边是直接贴门了。但是那台93呢是回退了一点，所以说现在变成了89，还是需要君少天再撑一会儿。他这波有一个击倒的一个机会，但是马上压好了，来不及。是的。如果说能先击倒的话，其实密码机亮了也无所谓。这边好险啊！感觉亮的一瞬间他是翻过来了的。是的，那只能再通过自己的黑8去抓人。但是樱花那边那个门的话已经点的比较多了。大概率就是一个平局，因为他的球也不够了。手上没有足够的锚点去控门嘛，对，没有去携带一个底牌。而且这边倒的比较脚，是的，就兴奋到底了。他其实这把可惜的就是追慢了。如果说他能很快速的处理掉这个气象，当时哪怕密码机刚亮，我把他击倒了，那你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情况下，你求生者还是点不开门。对，而且包括说。压机的人有一个人是在大门。第4局、第5局，把你后面的角色全部按住，你想到后面去发力，不给机会。那这把的话，硬碰硬。对，其实就是看到底是求生的联动打得更好，还是东玄这边在中间去能抓到机会了。感觉他或者说我从学校门直接坐到墓地，你很难受的。对，就硬拖你时间啊。对。他刚刚讲的，一旦去有一些空沟啊或者被断掉的话，那就
最终还是想要去点到墓地吗？对，选的这个墓地。那选墓地好处是，就是他可以先去放个甲。好，那墓地的话，这个位置它肯定是有攻势的嘛。对先把这边的一个窗户给它封住。又就是迷路了。对，可能稍微的就是摁得快了一点点，还在那个交互范围内啊我。觉得应该是对，不小心按2下。对，那这边的话也是进入到 S 版，已经看到了咒术师，应该是打算直接追击了。而且求生者这边的话，其实他的破译并没有很慢。对，这边的话是一直在卡自己的一个狩猎本能，不停的利用这样的一个高移速去接近前面的这个咒术师。对，其实现在身位已经是贴的比较近了。但现在咒术它毕竟前期一上来就有猴嘛，还是可以去跟你操作一下的。这里有勾的机会，哎，但是这个火箭失误了，他想让他进这个洞的，对炸过来，这样的话，但这样的话可以先清洞。但是东玄这边钩子急了，对，不过他把这边祭司的一个转点洞给打掉了。对，然后把猫猫往回逼的话，其实还是舒服的，因为毕竟你比较危险了。对这片板的话，之前下过，然后这边这个勾吼一下，勾过来，走位很好，但是刀还得吃。对。那看一下，再往中场，断他再去中场看有没有队友的辅助。要考虑移形吗？我觉是有洞的。刚刚有看到祭司直接打洞，然后先是枯丑带着他走一段。对我们说的这个枯丑的配合，这样直接送到甲门里面去了。然后有一个大洞地道的机会啊。对。那要不要考虑直接移形追这个哭泣小丑吞他的搏命？先把这边的人打倒吧，感觉得。对，主要这边看了一下没有残野，确定他是没有钻这个大洞的。是的。主要配合的比较多，所以说密码机会稍微慢一点。这边要交移形了。看到了，脸上就是咒术师，手上是只有2层小猴，交一层，看这个飞轮怎么去博弈。哇，提前交好但钩子还在，那这边的话就没办法了，来不及了。就虽然说很秀，拖了很久，2分钟了，但密码机一看只修1台半。是的，因为祭司要打洞了。对，枯丑也要配合嘛。对的，那感觉对于求生者来讲不是很赚啊。感觉还是在监管这边能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主要你们的一个道具交的也比较多，尤其是枯丑，他2个火箭都是已经用过了。没错。提速的话，他们这个想法是非常好，但是这个实战出来的一个效果，其实感觉还是差了一点。看一下这波救人，看一下要不要去打一个针对啊？因为咒术毕竟手里有猴嘛，他是有一个扛一刀那可以救，对，再钻过来再炸一下，然后再把这个再钻过去。那这样咒术手里是有3层猴的，对，2个人已经拉得非常远了，他一定有一个2次牵制的能力啊。这就是剃须的祭司啊！而且鹿头很怕你陪跑扛钩嘛，所以说看起来现在好像是想保一保。这边的话，神坠他是你打我不给你打，你交钩的话，我可以考虑扛一下，躲掉了。躲掉，那牵制100秒了。是的，更难去击倒了，因为毕竟的话，你刚刚是飞轮没有好啊。他现在手上还有一个大猴啊，有一个核弹啊在手上。其实都可以不一次性交的。是的，可以一点一点。祭司再过来去帮忙挡钩，现在都很难受。洞一好了，还有可能给你打个洞。先把祭司给打掉，先处理掉这个祭司。还是先交出来。你处理这个咒术师，他3猴勾到了，在小猴猴下他翻不过去，但来不及交互，自己也有僵直。那这样的话呢，进行一个2挂密码机，其实还差1台半。然后这里有个地下室，对。然后祭司他状态不好的话，就算有洞也不敢下来救。主要是咒师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不然的话，感觉飞行家过来开一个全员级密码机差的不多。那现在的话，对于东西来讲，就是要赶紧找一下外面的一个节奏，应该能去打一个飞行家拦截吧。毕竟这个永梅镇的地下室还是比较空旷的。感觉飞行家那个点的话会，这感觉稍微卡一卡。对对对，好像是有点救不了。这个时候东玄看到飞行家的位置，确定他救不了，是可以出去。对，然后他再过来的话，这个淘汰进度不够了。对对对。对于东玄来说，只要有拉扯就有机会啊。对。他先减员了的话，这把还是有争胜面在的。然后这边的话其实是找到了祭司的一个位置的，先把这台50多的一个密码机封一下，锁住夹子。然后收移形是好的，现在再出去消耗一下其他的角色啊。那枯手这边是在翻箱子。他是预判枯手在这边，但是预判错了，这枯手在 S 版那个方向。但这边是把祭司给骗出来了的，因为他是有点想去拆夹子，然后修一下这台50多的密码机。是的。然后李宝摸到的是一根针，因
因为神坠的话，这里还是比较容易溜的，毕竟有2个洞加1个飞轮。对，而且这个建筑的话，比较有利于他去来回绕啊。给东玄的时间不多了，这个密码机只剩20%了。是的，就是看能不能在压好之前勾到。那这边已经是交动了。没错，那这样你的钩子可能要断。这样的话，手上还有1个飞轮能怒压一下。哎，但是倒了，应该也是想省。对，我留着去躲你后面的钩子，因为毕竟我前面把洞交过来是。而且门的话是李宝直接贴到的。对，直接传了。完了。对，看一下能不能秒哭丑，可以交香。哭丑的话，回香漂亮。是的。哇，这波操作真拉满了。这个香水还是很关键的。是的。这边就有点让东玄被架住了，他钩子也在 CD， 无可奈何，这把可能又要被迫保平了。对，只能留苦丑了。T速对于东玄的防守做的太到位了。勾到了，但是你已经把传送给交了嘛，而且另外一边你当时放弃追祭司的时候，他就在中场，贴门还是很快的，完全不给任何的机会啊！连续3把都是成功的让求生者去保平。是的。这把真的就是前期他们的，因为外置位一定是火灾有个搏命，然后加上这个守墓人有个搏命，然后再加上补上一张这个古董上的 OB， 那就看你一追的这个时间了。对，但是他这把想破局的话，也可以去考虑在这个技能上面，对吧？我去带一个兴奋啊，或者我带一个失常，比较大的压力的。是的，主要看这个求生者这边对3跑的欲望有多大了。是的，就是看这个囚徒到底是双弹还是双弹飞轮。反正选点上的话，也是尽可能的把囚徒保一保了，因为选囚徒下了。哎，但是看一下他是没有从这样的话直接从中场他是想直接追这个守墓人了吗？好像有吞圈哦，来找了一下大龙的火灾，但他这把火灾也是带了一个前置天赋的。对，然后这边气囊再去进行一个拉点接一个窗弹。哇，你看这个拉点，对，距离一下子就直接拉开了。不过还有是一个割据啊，在中间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好追击的。是的。前面的话其实还是能够进入到的一个板区，看一下这个气囊是堵住了，那就安全进板。那这样的话，2个球逼得特别快啊。是。不过他回到这边的3板区还是比较安全，可以去博弈一下。得看博板了。有一个影月回速，抽到一刀了。那有点危险了。这一刀的话，闪现还没有好，直接拿到了。对，那就只能看能不能把闪逼出来。现在感觉闪都有，哎呦好。断了一下下，但是刚好嘛，他这个闪现的话，刚好 CD 就可以去直接终结了。那就是跟进，然后闪现击倒，对对对，前面应该那块板也不太好进得去，直接闪了。对，他这个地图就是有很多点位，他没有办法去隐约的。所以他是选择带闪现去补一手距离。对。如果说在常规追的话，还真不一定。那这样的话，因为外面有个囚徒嘛，其实密码机的话也是2台半多一些了，比较快。而这个版本的观众效应还是可以去吃。那看一下第一波应该是让守墓人过来去先套个化险为夷，主要是火灾他的一个道具已经用完了，而且天赋的话，其实在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2次牵制的机会。对。这个车稍微挡了一下歌剧演员，应该是救一波，然后看古董商要不要过来操作一下了。好像是有想法。先看能不能来到这个门口的一个双板，再去多拖一会儿。直接过板刀。但是看君上天那边是没有撒手。对。选择修机的话，那这一局可能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他们想去争3就比较难，应该没有什么3的面，就上线就是去保一个平局嘛。是的，因为少了一个化险为夷，这个拖的电机还是会太少。需要这个26，然后再加上这个 OB， 然后修机。对，主要是其实追火灾的话，他的26能力还不如囚徒。是的。苏达他追火灾这一手确实是很关键。这把你这个化险为夷给吞掉了。那这里的话，其实最后2台也在破1了，就看君上天这波救完了以后能不能保住。先正常吃一刀，还是有压力的。对，密码机差的真的是比较多。先敲一棍。哎呀，直接倒了。第2棍好像是没有敲到，直接自己被打了。对，那这样的话，大龙因为前面那块板被踹掉了，他现在只能去接一个窗弹。主要是感觉有点飞，也拉不开距离啊。对，这里好像也要直接给倒啊。只能先走一下空地。完了，这2个人的话倒的位置还比较近，可能古董上第一时间还起不来。对，而且守墓人他是个半状态，他后面可能是救不了人的。但苏达这里好像想把人挂远，直接去控场了。那古董商是可以交这个自愈起来的。
看一下外围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守门这台会多一点点，还有一台48。然后这边的话，囚徒提前拉走，进入到墓地的话，我觉得追击节奏不会特别快。是的，嗯，这感觉刚才直接挂完火灾去把古董商也挂上的话，可能节奏会更好一点。是的，因为外面这个守门人他毕竟是一个半状态嘛，嗯，对吧？那你只能让一个囚徒来救人，囚徒来救人的话，这个密码机肯定是停摆的。对。这里交一个飞轮，还是吃刀了。不过外面密码机的话是新修了一台30多。是的，而且他暴露他的这个天赋啊。是一个双弹性飞轮。直接交啊，反正也没带底牌。对，而且外面都是残状态，他们是救不了人的。这样的话，这把大概率要多抓了呀。而且这有个地下室，可以直接挂地下室，感觉。嗯。然后因为你没有回光返照，加上说都是半状态，密码机第一时间没有压好的时候，你也不敢来救。对。地下室加没有大心脏，加2个。这边守门人只能提前到楼上去卡着了，给压力了。对，而且古董商那边点门也比较慢啊。这密码机还差16%的一个进度，这边都不好下。我直接下的话，你能打我落地刀；我在这边的话，你在楼梯上也能打我落地刀。那的话，其实对于他这个救人压力是很大的。一花持刀倒地，这开密码机就2个人都出不来。对，我直接在上面等着就可以了。不过这样的话，守门人有机会续他的铲子。拖一个铲子。对，2个人先往里躲一躲。囚徒的话有个电，那这样守门人的铲子是能续出来，那就先往外出。先打囚徒嘛，对吧？我这刀打囚徒就躲在守门人后面了。我落一刀打谁都行，我落一刀的话打到谁都是赚的。主要是他的。躲掉了这个落地刀。过去这个前后摇，哎，第2刀打擦刀了，而且是个擦刀。那这样的话，卖自己，守门人其实还是会倒的比较快。囚徒得赶紧出来呀！但手上有一个回速，完了，远这波没有选择出来的话，反而是有点害人了。他刚才想卖自己，但是割据上去的时候，他是第一时间得跟着出来的。对，不然的话，你这边铲子只要一结束的话，守门人是走不掉的。对，他只是能帮你挡一刀。那么拿到了一个3抓5比3，2个5比3，是直接对。打女巫，其实相对来讲的话是完全不怕的。这样的一个悬点上面来讲的话，还是能够去比较有效的修机嘛。对，它能够让你没有那么容易的把密码机给封锁住。但是终点站的一个连击还是要去处理。他们这一局是选择把心理放在终点，而不是并。哎，但是还是回头选择了抓这手心理。我感觉可能也是一个能够中后期给我打拉扯的一个点。他这个点位其实很差，对，没有什么安全的板区。这里好像直接在空地上去给到刀了。这个身位已经很近了，拿到了这一刀。平地拿了一刀。对，平地拿刀呀，而且是一个原生刀，不是一个寄生刀。心里被平地拿刀的话，是有这个被树抓的。很伤，而且你这个追猎能叠起来。好，砸了一下，但是你不敢回来。对。感觉这里的话，猫猫的位置会被逼到这个终点站很死亡那个点位。对，很空地的一个位置了。看前面的话，又要平地拿一刀了，还是原生。甚至闪现还没有好，这已经吃2刀了。对，50秒吃2刀，而且2刀全是原生。对，现在求者他们是直接提前赶过来把终点站给破掉了，3战是直接在修了。现在心里他必须要去撑住啊！他如果说倒得快的话，这个密码机是破译不了的。那在这一个翻窗，对，那这样的话，要倒了感觉。要交吗？哦，还是省。对，因为就是大平地3刀全是原生。这边顺手把3战给压住。对，我现在原生站过去，寄生把你挂了。而且本体的寄生就早早已经。那这心理16。3刀原生刀，其实这个对他这个16确实不太好，因为他起码说我吃一个寄生或者吃一个技能嘛，是的，对吧？但你这样的话什么都不吃，对于队友的一个压力就比较大了。而且挂的比较靠里，其实你再怎么换的话，你还是会在终点半场。是的。看一下后面的一个救人以及拉扯吧，就对于求者来讲，他们现在是比较劣势。而且，其实李宝他会有一个被拦截的风险，因为本身你的技能是没暴露的，所以说可能要考虑压满了吗？这个走位有点对卡半啊。现在强行来救是容易救不下来的啊！我手里信徒也有，技能也有，应该是要压满救了。猫猫的话，它其实开局的话就不能在这个狮龙后面，它就开局就得去进入到帐篷这个区域，或者进入到200一窗那个板区，对吧？起码要做一个利用板区去牵制的这样的一个思路。
啊，把这个信徒补出去。陶大师的话，看一下能不能利用被动去完成一个无打一伤下，被但是有动点难，不太敢直接掏。对，受伤救要人，闪现追一波双倒吗？想贪吗？有点想，他有心都跟过去，但是好像没有太多时间去管他了。而这边追且现猎好像还在是吃不出闪现。对猫猫这哎呦边逼不出来技能啊，感觉。这个小短板的话也吃不住闪。对，完了那这样其实对于球圣来讲还是挺未知的。哇，这把东玄玩得很舒服呀，他这个技能一直能留在手上。那第二波人你可能要面对2到3个闪现的压力啊。对，主要是如果你前期逼闪的话，后面梦之女巫其实蛮难续节奏的嘛。是的我真空期很长，但是现在其实所有闪现还在手上，然后对啊这个桃豆大师已经没有了被动，然后再加上他是没有大心脏的，一旦击倒的话，这把多抓率非常高。这毕竟是一个150秒冷却的一个技能，2分半啊。对，而且桃豆大师还没有紫圈，他对，目前吃不吃的话，这个后面的一个压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就看这一波能不能快速击倒。好像是可以考虑直接闪倒。但是东玄可能还是比较，哦，这边是有个想3连击，抢手这个3连击。对，主要是你现在没有人能修嘛，如果说对你来硬修的话，我直接闪现开刀也行，把你打残。开刀了，对。那你就不敢往这边那个连击站了呀然。后你自己又没有回光返照，对那2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你谁倒了，整个局势就出大问题。桃豆大师那边就很尴尬，他刚捡到圈啊，对寄生信徒也会一直压迫他。没有什么人能帮忙，只能自己孤独的去消除信徒。拉这边得2个这个加速强行带走这个终点这一块啊，死也得死到这个对面去2个人甚至有点汇合了，那要小心寄生之间的包夹呀。这边的话，你2个花球都已经用掉了，另外一个信徒等要过来继续了，信徒要过来了。看一下呃飞轮躲一刀，飞轮看到病患是想往那边去破译了。那神坠这里已经被架住了。哇，在2个信徒之间来回的走位拉扯，神坠倒了，哇，太秀了啊！能抢亮吗？哦，直接直接失常。进市场，那这样把原生拉超脱，把他强行拉哇，回来。闪现切市场的打法好久没有见到了。再把他往终点半场挂到这个桥上。这样的话，这2台密码机真的是要被守住了。而且病患一旦救人，他也会掉状态，半状态就没有人可以在这边给只病患要有加一了。一个，就3个人全部都半状态的话，这局游戏就彻底就要把他对强行送地下室去。感觉挂到这个椅子，中间，挂到这个椅子也可以啊。对他想对，直接挂这就可以了。对，他只要把人挂上，然后只要能打到1波针对，这把就基本上进入这个3抓4抓了。是的，前面的话也想要逼没办法下病患的道具，对，一定要交啊！他现在不能掉状态。好，补上一个寄生信徒。没办法，这边的话地下事件，直接被挂在了帐篷这个方向，再真的要地下来这边，事件了。再来而且你这个半状态人你没有办法救，对吧？拉拉队员他又没有回光返照，你让病患下来的话，密码机怎么办？我随便调一个信徒过来，你半状态你怎么压机呢？而且你电击修补完，我现在还能踹。对，直接食堂一踹，我好多完了，哪个信徒过来都指不定给你来一脚4抓。局来了。对我觉得现在求生者得想办法去跑一个跑一个去想。对对对，就这个拉队不救了。对，但你不可能救的现在这个。密码机你修不完啊。你只要救，状态一掉，这把就是4抓。但对于梦之女巫来讲，我给你补寄生的话，你又很难说跟我拉扯到，我找不到你。是的，这边直接把原生拉出来。接下来我觉得打女巫的话，真的是有一个点，你不能把心理放在一个终点半场，因为他拉不走。如果是把心理跟病患他们换一下选点的位置，会好很多。没错。对对对，因为其实你终点放病患的话，你真想就是你甚至可以去吃一个信徒，直接3连勾直接走了。对对，还有拉队员帮你解 CD 对。你只要想离开这个半场，你随时都能离开，对吧？如果说你要牵制拖时间的话，你也很容易。你有拉的帮助，你甚至可以对终点直接溜到起点去你。现在这个追猎一叠起来，感觉陶大师他的一个生存空间也现在比对较小。主要他也是没有那么着急把你击倒，我只要确定刚刚病患你是在对面亮密码机 ，OK， 底下的人没有人救。让拉拉队员直接一挂飞，然后是的陶大师的话，感觉也是很难去牵制了啊。主要是其实就算在牵制，密码机是没有在动的。对，动不了，2个人都修不了。这样寄生倒了以后再给病。病患补一个就可以了。对，再补信徒，我就要争这个4抓，你有什么办法？哦招牌不愧是招牌啊！是的。对的话，病患其实他的道具交的也比较多，现在钩子已经全都交光了。而且求生者他们这个自愈的话还不好交，我脸上会一直跟一个信徒跟着你。你交了自愈，我用寄生打倒都无所谓了，对吧？对你没有自愈了，我不管你了。虽然说市场的梦之女巫它追起来会比较难，但只要你们密码机不动，我就可以一直耗嘛。是的，而且他没有道具了。对，
主要是还是有追猎，对吧？有这个追猎，我不怕平地拿不到刀，我起码永远有一个平地去逼迫你身位的一个机会。飞轮抽到这一刀了，再抽一刀，那再过来去。 想要再补一个技能，那这边信徒会被拉脱。他可以这个本体去给这个逃脱补个信徒，然后把原上拉出去，然后逃脱起了，那寄生直接打他也无所谓，他没自愈了。是的，或者他都可以直接牵着这个陶大师过来找病患，对吧？利用这个本体脱具会加移速这样的一个机制，对吧？然后我用病患的那个寄生再把你打倒，是的，对，刷一波。而且这把求生者没有电击可以修了，3连击主要。 对他把病患逼到起点站，你就去那儿呗，对吧？反正你也没有办法破译。而且现在的话，这个局面你陶大师把这个自愈一交，我只需要找到你，再把你击倒，那么基本上就是一个板上钉钉4抓了。对，而且包括刚刚在鬼板去追击的时候，也确定了你的地窖位置是在鬼板，继续去踹。对，啊，两边一起踹。这个密码机你是别想动了。是的，那这里已经找到他的一个位置了。 病患那边一直在摸箱子，其实对于他来讲，肯定摸针会比较好，但是一直在摸魔术棒。是的，那这边不考虑先把这个逃脱击倒，反正不着急嘛。对，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慢慢消耗的一个过程，双方的一个拉锯战。那绝大部分的一个主动权肯定掌握在东玄手上，在监管这里。对，而且你起点半场没有机子消乌鸦，所以说这边是一定要爆点了。这把求生者他们要配合的特别的好，才会有走一个的可能性啊。哦，原神剑就已经过来了，打到魔术棒。魔术棒。对。但是感觉这个位置还是很差呀。再补上一个寄生，病患也比较危险了。对，陶陶那边刚刚把自己的一个寄生信徒给驱掉，对，击倒了。 好，现在可以放心大胆的把这个原生拉出去。对，直接去找到陶大师的位置，而且求生者他们，你想要破局，你就必须修机，但你一修机，我就能过来找到你。对，而且想要摸箱加针的话，其实时间也是比较久的。这个终点站的3连密码机，感觉真的是年年考啊。对，每一年都有，对吧？每一次的这个，不管是常规赛也好，还是线下赛也好，总会因为有这个3连密码机而会去出一些问题。 而且东玄也是把病患也是往往终点站这边搬了一下，就是让我能够击倒逃脱以后，第一时间能找到你。那这里李宝身上也有一个寄生了。是的。香水的话其实没有太多作用，他是没有自愈的啊。这边再把病患给牵起来，病患会摇下来，但是另外一个信徒跟上，把病患再给挂上。哇，完成了一个4抓，来了，朱雀他们的一个。 翻盘点，第4局直接拿下一个，就是我用掉割据，反手打鹿头，你用掉鹿头，我那把反手打割据。你别说啊，差点把你忘了，对吧？月亮和鹿头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监管者。对。防止你这个鹿头可能会去追击这个鬼屋。而且还把起点的位置也让给了飞鹰家嘛，就这2个人是比较能牵制的。但是他选在了这个坏木马的话是可以。 哦，果然是要去起点站了。这边的话，飞鹰家挑战他的话，那我觉得飞鹰家就直接往鬼板去好了，就不要。飞鹰家反正他压力也不大嘛。对，如果说来追我，勾到我了，我也能交一个悬停，然后飞走。对，所以说也不在这边跟你逗留了。我拉到鬼板的话，我反而更好博弈一些。就反而有时候你追飞鹰家，你不能勾他，你得勾他边上的墙，不然你还抓不到他。哎，他下板是有羸弱的。对啊，这里没有队友啊。 你这下板的话肯定慢的呀，这个板子不能乱下的。走路拿一刀的话，手上这个钩子一直捏着，还卡着狩猎本能，小心呀！他这平地把道具逼出来就有秒倒风险的，这个时候飞轮是好不了的。对，但大喷的话也很考验他的一个位置。过来，但是这个距离没有拉远，而且下一波移情好了。对，趁你这样的一个冷却，趁你病要你命来。不过好在他手里有个飞轮，他必须要飞轮规避掉这波移形，然后再把自己的交攻。 走一躲，飞轮躲掉了。那这样把自己的背包续出来了，还有机会。规避了这一波太有机会上车。是的，直接背包上车，看能来得及吗？但是感觉好像接管能坐上。结果坐上了，但也硬拖时间了。对，他这里伏笔了呀，他开局没有在这里下夹子。对，对吧？不然他这个车还是上不了，因为他飞轮前面交掉了。这边的话又把第3个背包给用出来，3台了。 没有勾到，这一勾是的，失误了，稍微急了一点，坏了。
那这样的话就6够了呀。对，真的冲着3台去了。这样的话就是3台机都要亮了，你才能够去给到一个上挂节奏。还有一个小走位，偏了一下，那能进这边，还是勾到了。好勾。是的。但是这把前期的节奏已经炸了呀，被飞行家牵制太久了，而且他还是有一个回光返照的飞行家。是的。那我求生者只要跑1个的话，我肯定不会给自己上这种无人压力的。我只要我觉得在外面补救。对。而且他们甚至还在吃这个观众效应的一个加成，这个修理速度太快了。我就把它压满救或者压满直接卖了，把这个观众效应吃满。对，因为我是没有任何必要去争的，对吧？我这把只需要去走1个去保平。对。所以我就秉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不去给你一个救人博弈的机会。现在就让苏打非常难受，我明明通缉到你就是在外面，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办法。他这把不秒人是很难去给到一个4抓，路头他真的得打到一个很快的节奏。对，因为你秒的快了，后面救的多了，你2阶才能开起来。然后以乱打乱。对，那现在的话就是差一点。你现在就算刚才通缉到了佣兵，但是我就卡在这里。感觉应该就不救了，对吧？我不救我还能保状态，然后我这个化险为还留着了。我就风雨不动安如山，是吧？你爱守你的，我人都不救了。对，然后给你2阶，直接传，因为他这把是没有去携带挽留，传歪了一点，而且救下来了，人救下来了呀！没想到在最后一刻，一花给我们带来一个大惊喜。是的，把这个人瘫痪绕过来，直接掏下来了。而且第一时间你是没有到密码机的。说实话，这个我们在上帝视角都想不到，因为他刚才那个位置看着已经很远了。对，他在鬼屋的内侧那个方向，他其实救人要瘫痪，然后再绕进来。对。哇，但这样的话，这个人一救下来，这把基本上是没有任何4抓的可能性。是的。就可以盖棺定论了。因为如果没救下来，你传过来把人秒了的话，我觉得对于苏打来讲还是有机会的。就你甚至于说这把是争多跑一局，因为你什么，你没挽留，然后呢传送交过了，对吧？底牌城交过，你都知道你张狂底牌了。是给到了一个震慑。对。但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够了，还能有最后的一波手语机会，要不直接挂地下室吧？挂地下室，保个电机修完直接亮。对。直接亮，然后有个人就在你脸上晃，我就在你脸上晃，然后直接过来送。对，他们想救也可以，因为毕竟有个空军嘛，手上有一把枪。反正也是在这观察，对吧？主要是空军他没有回光返照，其实救人还是有点风险，所以说就在这里贴着。就直接亮的话，就有点太没有机会了。就我甚至这把手1我见不到人影，但是你们要3跑了。就每次我把人挂上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节奏了。还是16做的太到位了，直接亮了。对，直接亮了，没挽留，对吧？你现在空军就在你脸上点，但是其实卡人了。如果你真的要追空军的话，这个拉队员是能救下来的。是的。你说你佣兵要眼睛不红，你没有威慑力呀。对，然后一花那边又把人给偷下来了。神出鬼没，这把一花。那我两边门一起点。而且我一个满状态佣兵直接弹走了，连留的机会都不给你，是不太知道拉队员的位置，拉队员都不出来。对，现在出来了。第2时间出来说有花球有飞轮，怎么说？看一下躲着钩吗？没有交飞轮，直接吃到倒了。他想走位扭钩，然后再去交自己的一个道具，但无所谓了，这边已经拖到队友把门给点开了。对。我在想他们。还有一个地窖。对，应该是能够去争到这个3跑的吧？也没有勾到。这个比较难去勾到了，其他人走掉就可以了，还是。大龙那边的门是不是第一时间还没有开完？对，他防了。他防了个传送，他怕那边直接踢他起点，让他走不了，保不了3跑。对，但其实对于一花来讲，手里有个护腕，而且你没有挽留的情况下，大龙随便就是他随便走，随便走。对我地窖也行，门也行嘛。我走门的话，然后还有一把枪接应我。是的。这样的话直接冲门了。对，有点拦不住了，护腕一交够不到。然后空军会在后你一传的话就给枪，得躲枪。但是没挽留，打不出效果。而且你也没有时间放甲。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8比1。没错。还是双倒，因为这边有那个前锋的这个倒地 OB 加上这个可能撞救什么的，可能这个双倒没有那么好呢。拿前锋已经相当克制喧嚣了呀。对于喧嚣来讲的话，它是需要一个纯净的追击环境的。但是小地图嘛，洪教堂这样地图交互点也比较多，可能他这种喧嚣究竟能否打出效果？替素的求生者能不能去防守住？在了，非常关键。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把法洛给保护起来。来，好，换上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星空蓝吗？这个时装。
来到小门的方向去找一下猫猫。这里的话也是卡住的狩猎本能，加上自己的一个基础移速比较快，很快的就贴脸了。但是还是要看双重惊喜的一个精准度。对，给到了一个红球，白球也上到了。没问题。上2个球的话，这个开局就非常好，非常舒服。30秒的话，等于我已经拿了你一刀了嘛，对吧？因为你没有带飞轮那个空军，可以预想到下一刀是很快就会吃到。啊，等一下，他那个双重惊喜又好了，看一下前面。 就看这把枪能不能去发挥出空间，哎，躲掉了，直接被视野扭掉，那想贴脸上双球，这样的话直接交，哎，但只上到1颗，但因为有张狂，所以等下这个空中飞人空军感觉溜不动了。对，主要是你枪交了，你还是有点被架在这边了。这个距离有平地球的机会，有点草率，但是这边跳过了，对。 被预判了，他是有预判这边东玄会空中飞人，所以提前回头。那这边的话就再等一波双重惊喜，还是要等双重惊喜啊。对，人交互的话我就不翻了啊，就往脚里倒一倒，稳稳牵制1分钟。对，还行。这个1分半的一个击倒，对于求生者来讲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空军是有一个耐做。对他带了假妹的，我记得。他毕竟对吧，本身也是比较能做的一个求生者。对。 而且这波的话，外面化险为夷都在，或者说正常不给双导去稳稳救一波的话，是选择让病患先来，已经从里面贴过来了，这个距离看到了。对，对于东玄来说，这一波手椅非常关键啊。但守不住呀，直接钩子勾到脸上了，这应该是能无伤救，要不要摊一刀？对，摊一刀。对，不摊的话，因为本身空间是没有什么2次牵制空间的，起码得给他叠个这个恐慌嘛。对，哎，想不追了吗？还是没找到？找不着了，没找到。 完了！哎，这个应该是蛮明显的。他刚才应该是打完冰环一刀之后看错脚印，以为空军往里面拉点。再往前的话还是能看到。这样要白拖很多时间，而且要吃自己一个移形，这移形肯定得交，省不了了。这样的话，电击就补上很多，相当于让他从小门26到了大推了。他是等于40秒搏命了，而且现在还没倒，对吧？对对对。而且你这个移形一招，等下前锋你怎么处理呢？ 这个梦露他等下发空间非常大呀，有搏命套一个搏命倒角落，前锋往那一站，哇，整座一道山。来看一下这边的话，这台密码机好像呀，现在电击只差最后一个这个50，是的，50的电击了。我们稍微干扰一下法罗的密码机还行。对，让他稍微先别修一下。但这台进度已经比较多了，其实这台80套个搏命，这台电击是能修量的。已经够了，这把私人看门战是有的，就看看门战能不能去秒人保平了，这个移形得拖好。 除非说前锋能救不下来，但是很难。他只要拉球过来，稳稳救，对吧？稳稳把这个人一掏，化险为夷时间加上自己的一个球 OB， 来了。好，那这样往角落一倒，对，其实密码机是守不住的。对，甚至好像能直接压好，都不需要 OB 了。对，不用他撞了。这直接冲小门，这个移形好不了。移形好不了，要3跑了，这把真要3跑。 这边就是故意的，一直往大队这边倒亮了，有回光返照，而且你这里还得再打1刀才能击倒。这边门过不去啊，已经是的，就倒一个对角线就可以了。就算你有幽闭也来不及，那边那个门点的太早了，直接把人挂过去，还得再拖10秒钟的移形，而且你还是个喧嚣，没有主动的一个攻击的能力，还得叠3刀，而且还有前锋。那这样的话是拦不住了，完成了一个3跑。哇！这把的话感觉非常亏的点就在于爱了，好吧，就是这个招牌角色还是想上一把。不过鱼女的话，在我们的正式服也是有调整嘛，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我感觉后面的话，其实像本身就有池子行，我觉得这把里的话，他是可以开局去先把中场电击一封，然后再去找自己要追的人，是有一台电击会比较慢。感觉这把的话，要么我就针对这个拉拉，对吧？要么我就找这个勘探员，就是在你看来，还是先来到中场。 啊，中场的人其实也是直接走就可以了。哇，他是先把这个密码机给你圈住，然后看一下追击，想来找一下这边的飞行家吗？他觉得可能是追击这个飞行家，他道具是有限的嘛。吞搏命。对，其他人的话我有26，但飞行家我前面就算让你溜了3台，只要你的道具都交完了，是的，对吧？我就不太好让。起码在开门战的时候，对吧？就算你撑到了最后，那你也能打一个没有道具的白板。是的。这样的话。把它
框住这里的，得交道具了呀，这样不然的话要他能白吃进入到很多水后面汽。那个单板。是，那他如果说这里不选择交道具出圈的话，他第2个水圈就比较有压力，他是没有带飞轮的。感觉这个时候在收插前一定要交了。这里是很有可能会把水汽吃满的。好，交出来了，悬停，非常及时。这样还没有吃到这个包的这个时机。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龙来讲，他也知道你可能想尽快的把我道具逼掉，所以说他选择了省道具。对，闪现开刀。闪现开刀。大龙他这一波悬停交的是非常精彩的。对，就把你的水全，哎，这边没有哦，全躲，然后先拉开距离。这里收插再吃水。对，但是还是能够喷出去。再回墓地这个板区，因为那边的水已经要掉了。你要等下一次扔。而且这种板子你是大概率得踩，不踩的话你是抓不到的，对吧？你得踩。对，然后你这波因为你已经没闪了，所以说我就在板子后面一直等着就好了。他这2把的牵制都做得很好。对，我觉得现在就是在于这个道具要不要省一下。补水交冲刺。对，没办法，因为是开启了一阶，但是这个牵制的话已经是比较好，而且我觉得他是故意省了这个道具。是的，是的。所以你真的不能把道具全交光了上瘾。主要后面还有2个 OB 位嘛，还有一个拉拉队员能打激励嘛，没有必要说我一上来就全交了，不然的话你等到中后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运营。现在就是救人压力了。对，看这波人数。这波来的人好，2个人一起，这一波就想保走了，得把他保活，就2面包夹，正常这个打收益。但是一直在画小圈，拉队员试水。先给一个字典，这边等一下吸，我还好，无伤，但是打到针对了。对，侧刀打针对了。那很可惜，因为他们想打的是我无伤救以后开始给你叠，得让这边的一个拉拉去叠激励，或者说看队员直接过来 OB。但这里拉拉不能被打断，他要一直在叠才可以。断一下就不行了。是的，吸到了，那还在叠。哎呦，打一下看队员，2-1，2-2，没来不及。因为这里是很极限的，你必须要从头叠到尾。对，第一时间叠，然后不能停一下。对，一下都不能停。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撞下来，那能扛到吗？能扛到吗？没有扛到。完了。那这波你没怎么修的呀？求生者已经消耗自己全部资源了。对，磁铁、火箭什么全来了。但是我觉得对于佩佩来讲，就是你浪费时间都可以，反正我就让他上一个2挂。就是扛不到呀。对。只要能扛到刀的话，就能带走这台机子，就多少是有点机会的。那这一波就难了，因为他下来的话，闪现是能好的，我完全可以在你叠满之前直接闪倒他。而且电机也没办法修。对，不太够啊，现在。2波冲撞都躲了，那另外一波，现在你给到了一个救援的机会。有一些身位这一波。但是就是要看这个闪现。没关系，先把这个激励叠起来吧。激励叠起来的话，能限制一下他这个技能的释放。但现在有一个位移啊，还是会有一个身位给到你。反正飞行家现在已经是一个挂飞了，对吧？闪现空了，能扛吗？扛到了，可以。那激励还可以叠的，这边还有一个磁铁在身上。是的。但是密码机差的有点太多了。就所有人都来保了，没有人在修的。让库手慢慢修吧。这里的话，飞行家是可以倒1次的。对。再谈。而且这边保人的人最好都不要倒。我的天哪，真的是拼了！4个半状态，就为了保活这手飞行家。这边这个激励不能掉呀，激励掉了啊！他太久了，太久了。拉拉队员他第2时间没有把这个激励条给补上。对。而且飞行家其实可以选择早一点去给一个插刀的，他就站在那种给插刀的地方是可以的。对，就让他硬打你。因为反正你闪现刚交嘛，我们重新叠一管嘛。这样的话有点糟了，把人给淘汰掉了。这样踢速的话，已经能稳稳的拿下我们整个BO5的一个胜利。是的。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后期的处理时间。因为对他来讲，这一局是有很大概率能拿到一个多抓的。对的。因为现在的话，密码机还差1整台，然后外面都是一个残状态，而且只有酷手他有一个混合反正，只能让他来救了。那看一下另外一边，拉拉队员是在那里起这台20的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如果佩佩能提前拦到酷丑的话，可能这边就等不到你压好了。看一下后面怎么样去处理吧，因为现在这个人肯定是有点救不了了嘛。对。然后密码机还差1整台，他肯定得先等一下密码机压好，或者说就是我走一个，对吧？把这个人卖掉，然后亮密码机。那如果被提前发现的话，还是很难救的。是的。那对修的也会比较慢。电机修到50了。这个人好像淘汰之前是压不好的。是的。
现在可能连椅子都贴不太到，会被架在这里，然后佩佩只要等这个人挂飞，然后针对这个枯手就可以了。所以说这边打到了一个视野，是的。这样的话，一个加速，火箭想炸墙，能炸晕吗？没有炸晕，能扯，能扯，有化险为夷，可以。枯手是有回光返照的，对，能压好的。对，可能觉得他没有。 对，因为你们可能这把天赋会比较拼嘛。他这把除了这个飞鹰加跟枯手两个人都没有嘛，他觉得枯手也没带。那边卡最后1秒交互一下，翻个窗，然后就可以亮了。但现在的话，他也比较白板啊。这把的话有没有一个争3的机会呢？想先去滚门，但是君上天这边是有道具的，我就感觉可以撑一会儿，至少能把技能给。对，主要监管者这边也没有底牌，吃个闪现嘛，对，就平局了。 这样的话，交一个磁铁不给他闪现的一个空间，绕路绕了一下，也没有丢到。但手上还有飞轮，能木压吗？可惜，差一点。这边交飞轮的话是有操作空间的。是的。大门那边应该能点开。可以点开。是的。这样的话，等鱼女赶过去的话，应该是门开了，两个人都能走，完成一个平局，找到了一个平局。对，那也是让我们恭喜 T 拿下了我们比赛的胜利，对，BO5的一个胜利啊！恭喜恭喜！第1轮成功获胜。是的，这也是跟对面打到了第5局，甚至说到了最后的话还是有点，所以还是最终确定了一手跛脚羊。不过跛脚羊年景，如果这一场跛脚羊拿出了一个平局，那。 求生者 WB 求生者比较吃亏啊，他比多了，对吧？有是选择带那种寻食者的，带狗王爷，或者说是直接带个什么窥食者，包括。好，上来是直接先去往了中场，同样的赶法。不过这一次还是想转头去找陶完吗？没有，跑到中场想要挑战一下莫，不对，还是回头去找一下弓箭手了，因为他这把其实本身也是带了一手兴奋。刚刚可能是在骗位置。 有可能是攒能量，骗他们不修机。陶完这边一直在往回走，这边走位就是身具保持的很安全的位置，也是在等。但过来的话，其实也是很快的一个反应。高啊！是的，这反应速度很快啊。不过年景他笼子好准啊，水力度更高。他这个秘弩 CD 其实还没有出来，导致他没有办法能反制到这个围龙。是的。再拉远，这边的板区还是占很多的。 现在年景的话，不想让他进到板区，所以想利用这个围龙把这个板区直接封住。要交近身了，硬吃吗？打算直接硬吃这个撕裂值了。出了一刀，飞轮先躲。那近身交不出来了，不想交，因为你交了，就算过去了，他这个围龙其实也会被耗掉，你拿不到这一刀。哎呦，头铁想过板，但他想打一个震慑，还有两个弓箭。对，逃完他没直接翻。不过这龙子是黑龙啊，好像不是黑龙是。 很容易击倒的那种龙子，主要这个地方的话，可能点位不是特别好。对，密码机现在一个2台半了，看队友这边过来补一个化险为夷，看让谁先过来补，先让过客来。卡昆仑效应的话，其实这波牵制真的很成功。对，现在就看能不能多拖一点时间。木偶师这个角色就尽可能保住自己的一个状态嘛。就这个阵容，基本上你只能让他救了，是的。 像木某，变到这种他救人很厉害，可以是直接变身救。不过也是打到了弓箭手。对，想再多摊一点状态。因为这个版本，搏命并不能交技能，不能直接变身嘛。陶完是直接倒在一个猎人木屋，倒在一个角落，想让监魂者这边挂野的时间能长一点，也不想着干扰在这边。这是已经看到了，如果能找到，那才很赚的。对。 现在愿力值其实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想要硬挂回去，他不想让过客这边修的太放松，想赶人走，是，甚至如果过客那边状态确实因为一波救人，所以是掉的比较多。对，这波莫不能死的话，年景这边甚至还想着摊，如果能把你击倒了，我就还有机会。你救但直接倒了，就是的早，那就要赶紧牵制了。 你这样化险为夷，其实就会浪费个大半嘛，因为我已经把你外边的人先给你解决了，你密码机现在是停滞的，我再去慢慢解决你这个弓箭手。而且你想卡关键你快速修机也不行，因为你救的特别早。对，
其实现在的话，只能是跟着一起保着住这个弓箭手，能不能拖到时间，拖到木偶师起来，能把这个密码机修完。这个时候这样的话就能看出来拖的有点久了。是，金身不好保啊。好盖。但能拖到弓箭手离开这个点位吗？还是说这还在这个点位去玩？不走了，只能强迫因为离开了笼。子可以快速贴脸。对，这板子一踩，其实你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牵制说法嘛，可以再猜。但要不要帮忙拆围龙呢？这里要补一发了，但兴奋兴奋，直接是击倒了弓箭手。那这个时间的话，其实木偶师只是把一个绝处逢生交出来，然后修到了50，是，所以现在的话他还是得先拉点。挺危险的。关键他们是有2个人还没有携带化血梅仪，如果年锦他把这一点他给判断出来了，我可以靠死这一点我去争一个3抓或者4抓。开门战的机会还是给年锦把握住了，开局牵制很成功，但是呢，就是中期的运营细节被年锦更高的就是意识给再封住拍到了。这个板，还能再拆吗？拆出了一个平 A， 硬拆这个围龙，博弈成功，是，稳稳吃一刀。不过还没有交飞轮，不一定能拆出来没心脏。篝火旁边是密码机，飞龙交了，天赋漏了。是的，是的已经是知道了。硬拆2个平不过牵 A， 制很成功。那这里他也能接受，我再给你补上一刀，这样的话也就半状态了。下个笼子收了，是，这个位置进不了板子，走空地可能快，也快了。主要是他这个点的话，不管怎么说，大概率还是要去再上一波乙。那你现在没有回光返照，这个点就有点难受了。那就要靠大副救人了，因为搏命可以把那个换血梅仪，搏命把那个心脏。但这波挂上之后，可能还不一定管。现在是回光返照嘛，感觉可以去管一下过客那边密码机啊。嗯，想要再去打针对，因因为他知道木偶师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包括他现在绝处逢生已经用了，一旦我要再把你打击倒了之后，你只能靠你的队友再把你摸起来。取决于这波弹射用不用出来，他只知道骑士没有，他就想把他留在一个遗产。主要是想压着他这个没有绝处逢生的说法。对。因为没有绝处逢生的话，你开门战处理他，只要能稍微处理一下，然后你不需要挂。这个笼子废了，这一波钻，但是给到了一些机会啊！平一刀可以死啊，还是能击倒，没有带回光返照，大副还是要过来的。年纪其实现在就是想着把他们化血梅仪直接稳稳的耗掉，这样后边我再想要去打一波针对的话，我挂地下室我其实都是能把这个局面打成一个稳稳的3抓。不过地下室的话，已经有人提前下去了。是，能看一脚印吗？往右边其实能看一眼，哎，能看到吗？好像刚好能躲掉。没有。但年锦现在其实他还不在乎，因为你一旦地下室被救下来，那就证明什么？你们2个人都在地下室，可以交传送去那个杀没心脏的骑士的，其实。对，就看回光返照的这个点了。不过他发现了，他不会知道莫也没心脏吧？他现在只需要在这个地下室稳留一个，不要去针对这个大副就行。就找这个木偶，哇，这个放的围龙真奢侈啊！硬等，密码机也是直接亮了，大副现在只能通过自己的怀表硬去冲门。这个平地刀直接是击倒了。那你现在手上还有技能，多抓，这把现在已经在开多抓局了。嗯，看能不能再去摊吧，因为求生者现在的话还有藏的机会。直接传送，不管了，直接去找个空调。年纪这一波局面上，他还想要再去争一波4试试。但那边门口只需要一直开，他就能稳走死了，没办法，只能3抓。是的，主要那边你管不到，他直接也是选择了1人去点一个门。是的，你救人一下，你把人救下也是个多抓局，因为年锦其实他也开门。年锦他的这边的思路可能也是想着再拼一试一试。如果说是你大副想着跟这边的门口一起去冲，那他们就是为了打一个平局，他能靠自己一点质的直接打平一个4抓。他万一要是说是求稳，我先出，我都是薄墙，而且。开个门，身距就很近了。哎，那黄老师，你觉得这个阵容，他如果拿杂物伤，是带移形的可能高一点，还是说是带闪现的可能高一点？带移形，因为闪现拉不进身距，但移跟气象这2个角色嘛。是的。而且红教堂还有转中场的说法，可能还是移形的收益会更高。没错，在小分的位置直接精确的逮住了这个入殓师吧，因为在这阵容体系里面的话，他抓住这个入殓会更轻松一点。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先去往入殓师那边找一找的，把入殓师直接逼到大房，把灵柩也是直接放出来，往大房转吗？还是说是往红毯转？往红毯转是能躲掉监管者这边的一个视野。往大推理转嘛，大推理转的概率会高一点。先翻窗，这里反正是有藤蔓的，你敢直接冲到门口的话，我这边藤蔓就可以直接跟。还想着再洗，还想碎石加拿刀。
不，藤蔓加碎石，是的，常规。不过这里的话是缠住了，这你没什么办回路法。度很高。对，就这样碎石加拿刀，你其实求生者，而且他现在飞轮其实也没好吧？是的。但其实对于一个入殓师来说，他现在已经是跑了半场的一个距离了再。开个门，碎石再接很快个反弹就拿下。飞轮没好，应该就可以拿下。不敢博弈的，你在这个板区博弈的话，我交个碎石就直接过去了。哦，这刀这刀没抽到，很险。但往前面转的话，又回到刚刚开过门这个地方，感觉要倒了。飞轮就算交了，其实他这一刀还是会吃。可以说这波逼技能，如果把技能逼出来，那身距很远，这个关台，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是，年年这边熟练度更高嘛，你角色上克制的关系的情况下，你入殓师很难逼出来技能。那正常要救了，正常队友要救，因为干扰机子了。而且他因为技能没有吃嘛，所以你这个灵柩可能会有点难受。灵柩可以晚点交，对，就一会儿再交。第一波舒服一点。第一波的话，先让佣兵过来救。在救砸过伤这一点上，我觉得救人压力其实挺大的。哎，不敢直接抄，在骗。时间的话还是比较多的，先加一个。我直接救下来了。这波针对刀打得好，打佣兵，因为入殓师绝对溜不了，大概率溜不了的。是的，他道具就一个棺材，棺材不是牵制的。然后飞轮躲一波，看能不能拖出这个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能多拖个10秒，其实都是赚的。他这里很细节，不往小门转点，如果往小门转的话，还省了个移形。对，就倒自己的灵柩旁边了嘛。是的，所以他还是想回到2号机这个地方。是。不着急，等一下再反。最近的椅子也就这2个，不急这一时。然后移形直接接近，找这边的入殓师，想着快速击倒，然后先完成第一个淘汰。这应该是再带小门最后的牵制了，因为他不牵制起来的话，运营起来稍稍偏难一点点。但是现在其实能量他要早点用的。再加一个碎石，再开个门，牵制不动了，要死了。是的，这位置进不了交互嘛。完成击倒，那就先完成一个淘汰。密码机的话差2个半台。对，这边细节挂久一点。小门跟墓地的密码机都是大遗产，然后阿策那边好像是剩的更多，56。转头想要找一下卡梦，主要是在小房这一侧的是气象跟飞行家，你可能没有那么好续节奏，而且你刚刚是交了移形了已经。是。所以现在可能处理这两个角色会比较久。哇，这个交了个大喷，身距还是很近。是的，去往红毯再找卡梦这边的机会。卡梦这边携带的天赋是一个单飞轮，它是有回光返照的。这边选择职业新修，没有选择来给密码机压力，让飞行家一个人承受这波牵制的压力。是。不过这个影响倒不是很大。对。因为你毕竟修完那个小门的，还是可以回来墓地去修嘛。而且你这样子修的话，其实可以分担一个密码机的压力。等一下可以让佣兵来救嘛？你佣兵这边是携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只要我能给你救下来，这个局面我就是能打一个3声开门战。哎，关键时刻把飞轮下出来了，距离不够。气象这边是由于没有带回光返照，不知道他有没有这个胆量直接过来进行救援。不过还是应该让佣兵来，他可以把活命省下来的。哇，这波的话翻过去了。今天 AK 状态确实够好，这个密码机是不是有机会呢？能直接压好？这个是92了，13，还在骗，炸到了，直接炸倒了，能签。贴脸炸基本上炸的概率很高的。让佣兵来救，佣兵这边是有2个护腕的，但是不能吃到汽油刀啊，差点撞到脸上。挂在了一个红毯的方向，年年还是想要控住一下大门这位置，你谁敢贴大门，我就直接抓谁，哪怕你是个佣兵，我也敢抓。但这里的话，只要贴到椅子，直接扯就行。哎，这一刀了！哎呦，这给救了下来。身距很远的，毕竟是救下人才吃得刀。这可就亏的太多了。卡梦现在还能拉走。卡梦也是防了一手，是直接选择走直线。板子能进，但是我直接倒脚了呀，倒脚拖你最长的时间，只能死救。这里你要是挂了，那大门就开；你要是不挂，你就必须要直接传那个大门了。所以选择开门直接过去，但是问题是大门这个距离的话还是能开掉的，能开掉。但是有个人在门外，95、97、99，可以飞走，可以飞走。但是他现在想要先排下小门，他怕气象是过来了，没走了，没错。但是那边哦过去了，卡墙了吗？没有，走了。哎，我刚刚是不是看错了？是卡墙了吗？只要是能出去的，其实就行。确实真可以，毕竟直面恐惧，不让你要玩帮帮，就是你可以玩，给你玩，但是我救人一定是双枪，没错。你都已经幸运儿加空军，还要加个佣兵，是感觉如果硬要打的话，其实也是有点头铁的。
反而是把杂技放在了中场。 然后左右两边是空军加幸运儿，但这个选点的话，其实感觉对空军跟幸运儿的牵制要求就有点高了。对，这个选点我合理怀疑就是杂技携带了。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也是直接找这个幸运儿。哎，不找吗？是在预判对面会冲大法啊？预判杀杂技吗？不，他应该是在预判对面的一个幸运儿走向，是直接走向一个大房。他其实是从外面去堵住你这个路，想绕近路。 再找发现了，陶板这边摸到的是个怀表，那怀表应该是高，正常那已经上到2个惊吓标记了，上球速度还是蛮快的，就很正常，因为熟练度高。是，现在双生惊喜在 CD 当中，所以可以利用这个要填翻了一下时间，但他现在要防了 ，CD 差不多了，提前先交个怀表，大胆回头走，一直在骗。哦，哇，真好厉害！ 这敢放的，陶板估计他也自己没有能想到。那这的话还能再上一个惊吓标记。是，这里能再往上一发吗？近身交吗？不交，不交。这个兴奋的话直接留着，留给你这个到时候的空军。因为他现在只需要我再等一波双惊喜就行了。他现在也有这个张皇嘛，6个球，其实只差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对，再补上一个粘土，他这个裁判很快，节奏很快的。哇，变出来了个飞轮，我先不打，等你飞轮用了我再击倒。状态这么好，今天手感火热。 而且感觉陶宛安刚那飞轮也是交的比较着急一些，对，因为他不敢防，不敢看抬手，如果看抬手反应慢了，就直接死了，就是不敢赌这一下。而且年锦这边也是捏的比较死一点，他的技能。顾客这个位置是带了化险为夷，想让他过来先进行医救，提前就位了。年锦这里可能会想着摊一下吧，会摊吗？先铺一个火球，先救。哎，打双趴吗？不打他了。 还是回来先去追击一下。对，毕竟他是带了一个兴奋嘛。如果说带移形，他刚刚可能就会先去摊一波。是的，也是怕2次牵制嘛。对。求生的话，现在应该也是知道你带的是一手兴奋了。是的。那就让佣兵来救了，空军这个枪留着后面再把技能逼出来。这个化险为夷一定是要补的。密码机也没办法，幸运儿一旦要是被追了，你那边一个空军一个佣兵，他密码机推太慢。 甚至你过来救人的还是个杂技，这唯一的一个修机正常人。卡关灯效应修机的话，我感觉应该最后挂飞行儿还有一台，就一台整的量吧，是差不多。看佣兵能不能保证自己的状态能救下来吧？但感觉至少得掉一格吧。要摊佣兵双趴，要摊吗？想摊，或者说再逼一下道具，能打出来吗？哎呦，能锁到哪里去了？是锁到一个在4号围墙，还好没死。 对，没倒地就行。要是能倒地的话，年锦他不会是找佣兵的一个2手节奏，直接倒地的话是找别人，就是3杀节奏，我感觉。对，这手节奏很快啊。不过这波牵制的很好。对，多拖一点时间，给到队友这边密码机能多破一些。但这里的话，一个绕场仙木直接击倒，把分身跟转盘都逼出来了。是。 手上这个兴奋也一直没交，但现在看这个密码机能不能预判到这个67的了。谁要敢碰就直接传送，直接找到空调，传到的是木屋，木屋这台密码机是压好的，开枪强开。是。不过看不见没技能了，空军没有带回光返照的。哎，没有选择杀空军。是的，且空军的话这边是明显爆了点，所以那边2个半状态是已经逃跑了。拿双重惊喜再扫其他最近的人的位置。密码机遗产太大了，量太多了，守不住啊，压力很大的手机子。所以他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得先把自己的技能给他拖出来。哎，刚刚是。而且他知道这2侧的话是半状态的人，至少得先把这个道具给他逼掉。对。回忆在脸上。 但是他现在是在钓鱼，密码机还是太多了，还是一看3回头。年锦其实就算知道你目的有个人，我知道我脸上有，但是我不敢是直接深追，因为他现在一旦要深追了，我回光返照他会直接打出来。包括他现在是没有底牌，没有那个传送时间的，他 CD 没有还好，他要拖时间呢，不然看那没有传送，他是没有机会进行多抓。他还想尝试去争这个多抓嘛，争3抓。小门这里的杂技还在躲，不过这里传送快好了，可以深追了。 可以深追。哎，这边原地可能站，再补上一球，现在就差一个摆，干兵直接投进过来，还是能击倒。是细节过半，知道你不敢砸，盖不盖都会倒地。你砸了，分身打你，你不砸，人走过来还是要死。是的。
不过这边救人好像有点被拦住的意思啊。是。但有护腕的佣兵还是能救。这个护腕你是交还是不交呢？你交了，到时候开门战他也可以针对他。感觉还是得交。这个护腕不行，救不到，升级不到。对，直接开也不太好吧？你现在亮了，那这个护腕是必须要顶着压力过去救这个人了，一定要救。护腕要提前弹，然后还有个分身拦在前面。 想打震慑，但是这边的话，其实佣兵可能也有点难跑掉呀。你现在2个人被架在小门，你开的是大门，就直接抓佣兵吧。把他俩架在这儿，他想架这儿，谁出去就抓谁吗？还是找佣兵？他主要是想架住你这个小门，点不了。他不能拖这个时间啊，因为佣兵手里头有一个球。这杂技现在手里有球的情况，现在是直接奔向一个大门，他得先把这个佣兵挂上之后再传。哦，选择了直接传。 直接传的话，就回墓地方向去找那个杂技。身具没算好，他以为杂技快到大门了，有点紧张了。嗯。不过这种时间确实也不是很好算的。不过佣兵确实摸得也比较慢。杂技现在在墓地里，在拖时间，还能扣一个球。 他知道自己不好跑，但是直接被打倒了。但那佣兵的话，其实自己进度才1半。是的，小门没点过，现在空军的话得过去先把小门点了才行。18秒来不及啊！他这里是可以直接挂飞的。哎、等等，挂了这个位置直接放了，想要再摊。年姐这边想要甚至摊一波4抓吗？先把佣兵牵起来吗？想牵佣兵吗？不牵。想把空调先击倒。不是，他是先想把那个小门守住。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2阶喧嚣嘛，所以其实追击能力是非常强的。看这里能不能就差1下了。嗯。但杂技马上也要起来了呀，起来之后再冲大门，还是兵局能摸起来。摸起来之后2个人得分开，看杀得快还是得先解决佣兵。佣兵的话已经是没自起，对，没道具。他一定要先解决他。有细节，传送有传送快好了，传送这边还有20秒。嗯。佣兵。 哦，不是，空军摸起来的时候可能传送就好了。佣兵现在是绝处逢生，已经是交掉了，所以年纪现在想要先打他一波针对，因为我只要把你解决掉了，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去先管那边的小门的人了。是的，看一下这波 ，OK 打到了，他就可以那就回小门。空军是挂空军，然后再慢慢处理佣兵。杂技现在就需要过来摸佣兵。能站起来吗？站不起来，不能站。但是站起来了。站了的话，我就不需要管你了呀。主要是佣兵那边他起来很慢，主要佣兵也没有，你就算是摸也很慢。我甚至觉得其实还不如让他挂。哎，不对，可以不挂，牵过去，可以牵过去，但不挂。但他其实无所谓的呀，他空中飞人冲过去，佣兵摸中了，杂技都不敢再摸了，还是被年景抓住机会了。空中飞人还有一段，可以再找佣兵的位置。佣兵现在只能摸到了一个58，而且没注意，不敢，没有人敢摸他，走了。但这里的话已经是看到回忆的位置了。这个机会给年景抓的真的很恐怖啊！没错，他也是一个3抓非常厉害的选手，又再次拿到了一个5比3的积分，可以打个秒倒、秒杀。阵容其实面对台球手，我觉得不是很有可能，对吧？双弹化险为其实也行，都可以。我觉得双弹可能收益还更高。那就求稳。我觉得除了杏儿跟陶大师，剩下都不能追。好，看到这边进入到比赛画面，年年是直接先去往中场，把人先赶一赶。这个走位应该是找陶大师的，毕竟他没有道具，就可以穿过迷雾，直接加速拿刀。大船是赤红，拐过来是想找一下赤红的病患，但大船的病患感觉还是有点压力的。这是带的一个飞轮哦，还是在看。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身位的。在找大船这边有没有机会吗？要翻下去。他有勾点吗？直接放狗了，直接放狗。想稳拿一刀，然后自己就有一个张狂。哎，还是个交互钩，是那个时间不好卡了。他只能选择硬吃这一刀嘛。哦呦，还行吧，正常吃刀。对，但是这个位置在哪？飞轮叫飞轮。 但有惯性，哇，刀卡到吗？卡掉吗？那你可以交钩了，卡不掉的，因为是交互钩，时间上不好卡的。他钩子要是能早点交，这个钩应该就卡掉了。现在是既没道具还吃了刀，是。飞轮交的其实就交亏了嘛，但这个主球交的也有点奢侈了。
有机会圈到吗？没有，没圈到。那这样飞轮其实也就不亏了，而且他还好了。其实技能已经交过了嘛。还有最后一个道具可以牵制。对。这狗子只要是交了，其实密码机也就要等下一个黑球。没错。先把它架在这儿。不过这个牵制时间不好多抓呀。这个主球这样放吗？哎，能吃，但他能稍微能吃吗？大胆往这边走。也行，这样的话完成击倒，密码机有一个3台，先上椅子其实将近，也就将近为3台吧。3台左右吧，3台多一些，因为你要把这个机械师的密码机算进去，就幸运儿那个机械玩偶。没错。不过还好，就是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去守密码机的能力的。而且注意，幸而有把枪，它可以倒地进行一定的牵制，去拖时间。是，现在直接放狗了，想让吴昕这边的救人难度提升一些。但他直接翻过来救就好了呀！哎，咬到了，但是直接掏，还是救了下来，打出了一刀。这寻者其实也就是想让他过早来救，别再卡时间了。这个救的时间就很不错。再一个主球，想要再把它吸回来。哦，你不打算吸了，快速先击倒再说。不过这个点的话，其实你如果这样打，他也是能够再去拖一点时间，倒到最里面。这边好像没有进行一波圈机子去守住密码机啊，密码机快呀，好快的密码机，而且还有把枪。现在就是空军过来嘛，空军也不是空军，幸运儿这边带着一把枪过来，半个空军，带娃带枪，半个空军了。AK 救人，他带了化显微仪，然后如果机子不够的话，再进行一波带枪牵制。现在机子是真的差不多了，就看这把枪能不能给他。哦，也没有打算让杂技先来，杂技先给个化显微仪，到时候幸运儿在旁边帮忙开枪，打一波帮助。这刀能不能扛到？不扛了，不扛了，直接回头因为有枪不扛。那边的话已经是往海边的角落冲了。这海边一倒，你不解决掉这个幸运儿，你是没有办法挂的呀。有没有可能是站在甲板上面，从高打低，以高打低？不考虑了，就直接让他倒海边，就不跟你去说那么多套路。对。那持刀也够了呀，这个时候。没错。密码机的话就差13%。进9枪，不着急，一直骗，一直骗。哎，出刀的话，他也就直接打了。能进派，能进。密码机已经是贴上了，密码机已经8成了，这刀的话能不能扛到？退了一下，密码机退了一下，打一个色刀没能打到，没打到自己扛到了，4人开不战了。是这个窗户的话是能直接翻，志宏也是在脸上。两个人都是有带一个回光返照的，无论是针对谁都可以利用这个回光返照，先把这个时间拖起来。但有封门吧？有封门的话，其实有机会平局的。不管了，你反正没有带底牌，他就直接在这个大门待着就行了。是的。哎 ，AK 被黑球吸过来了。不过那边的话，其实赤红跟卡梦都还 AK 只能走地窖了 ，AK 只能走地窖。双11是地窖嘛？对他应该知道，毕竟有个娃在那里可以爆点。主要是现在你手上你还没处理完，而且没底牌的，所以你还是得先处理赤红。没底牌，卡梦现在就一直往那边跑，走到地窖附近。你这个人挂还是不挂？你挂了的话，他是直接被淘汰的，地窖门也就开了。但你不挂的话也不行啊。对，哎，可以先到双10那个位置，那个椅子。他不敢了，他着急，他怕他跑到一个门口，因为两方的一个位置上好像是没有对于这地窖一直过于去盘的。但求生者知道啊，卡梦刚刚经过了，一直在往那边去来，投了一个球，直接就跳入了地窖，完成3跑。可以看出来 ，AK 其实一开始是想。而且就压力很大的，对于回忆而言，这一把一定要博弈成功。如果博弈不成功，那就直接被抬走。不过守墓人还好，守墓人本身就帮忙的人压力没这么大。对，至少我可以在你已经算是一个好消息了。是的，至少他这个救人，他救的速度比较快。毕竟没有人可以救援，只能拼了命了，对吧？对。当然气象他要过去，只能就是说使用那个3级云，我先贴到脸再说。可是这么悬点的话，在我。好的，直接推小船。是的，找到空调，空调这边飞行家，空调这边飞行家是带的一个化显微仪啊，单化显微仪压力其实有点大的。哎，深距被骗了一下，他在拖雷。对，开局雷太少了，深距想办法先贴近。就2个雷也应该不会扔。哎，这个喷气背包交的好像有点歪了，输了一下，好像前面有一个连好像封窗的机会，哎，知道了。这个雷很准啊，没错，往下放的，在连。哇，这个雷做好高啊！单
雷炸到的。这个单雷好像有研究，根本看不见，求生者肉眼所见，看不见的。哎，哦，这里还好，非常准，还好，吓死我了，因为他是往左边飞的。刚刚好像有一瞬间卡了一下，以为掉下来了要。那个地方的建模，你一旦要是说是没能贴在里边，它就会滑下出去。是的。 他没大喷的话，移形贴脸的话，到时候有可能直接秒啊。是的，而且现在的话，就算他交一个平地的飞行器，我还有一个移形，没有连上，是这波移形没有。等他先下去。哎，你敢不敢翻了？翻了移形，移形过去来。那平地的话就要倒了。是。哎，空刀了，摸一下。但是也没关系，他有摇了。空刀，棋子还是不够，没办法，邦邦这角色还在选点，厉害的，因为你守门人是从海边过来的，你海边那边密码机跑过来，我们刚刚说什么？你跑都需要跑个30秒，他得提前跑过来。可以看出来，守门人机制只修理一半，对，仅仅只有一半。飞行家那边已经是没道具了，他下来其实是没有什么26的空间。是的，再加上你这把的话，已经是闷掉一个化险为夷了。这就是一个选点的亏损。队友补机子就很远了。这波救人压力，刚刚我们说的救人压力很大的。 是，哎，先炸到了一下，再打了一下，哎，这炸到第2下，邦邦救援还是太恐怖了。哎，现在不能来了，因为人已经过半了。现在问题都已经是出来了，没能中，但是没关系，年轻的话现在就手野，我打到针对，现在就能完成第一个淘汰。看能不能吹到，能不能吹到，这波很关键。前面躲了一波，不敢掏，还是敢压力，他需要救活才行。一个5秒雷，先卡一下，冲了下来，能帮忙扛吗？一个风先推走。 没有道具呀，没有道具牵制啊！现在补上一颗雷，这个飞行家只要一飞，基本上军心溃散。但这里帮不到呀，帮了没有什么多大意义，因为你3个人都在这里，你密码机谁能碰？你密码机只有外边的一个法罗在碰。而且你这本身选阵容上面就没有选择一些 OB 位，现在根本就没有人去能管到这个飞行家。 这样的情况下，应该是能先挂飞一个，第一个人就先淘汰了，然后再找。还有一个通缉到了去大船的回忆，对，找到了回忆，直接移形过来到你脸上。恐惧的范围在扩散啊，感觉他现在只有半状态，所以在追击他这边压力其实也不大，已经有了2阶了，就等你铲子自己出来再杀掉，都是一个稳稳的平局级以上。不追了，年轻想要换个目标吗？想了一下，算了，他出场了，对。 出产的话，感觉会继续追了。他现在反正完全可以死追，因为他保平就行。有可能看海边密码机一抖，可能去海边也有可能。能找到人吗？好像是预判到对面的一个走位了，盖到了一个板子，那这样爆点也就出来了，已经确定。回忆的点位并不太好走。他在这个位置牵制，有没有可能直接去海边？就是看你机制走动。就你去不去海边，年景已经不在乎了。现在年景可能就是为了保一个平。是的，就去找中场直接结束。对，如果说要去交一些手持物的话，那开门战我更开心。你不交的话，你现在也活不了。还有一波。哎，铲子被打断了。哎，又被打断了。刚被打断了一下，不过没有进入到那个时间。是的。 那这样是直接可以挂到地下室，地下室你没有化险为夷，必须要救，毕竟现在很关键，你不能被3。但救得来的人是谁啊？是法罗，法罗救人慢呐。反正我就在底下扑雷，可以进，我慢慢炸都行啊。法罗救人名场面了，可以看出来就是哎2下全中，顾客现在压力有点大，只能硬救了。但是我这是可以封雷，我不出刀，我直接封雷。杀法罗了，我找你法罗就行了，一波。 哎，空刀了，出刀没事的，但是现在他还有一个移形，你法罗现在怎么往外跑呢？有窗台，窗台必须要用上，雷不够了，雷不够多了。年轻现在的话还想再去找一下守门人，守门人现在是有铲的，可能会给到求生者一些机会，而且没一刀的，想要再拼一下试试。小门的话现在再去已经就3颗雷，但小门那边的话，其实陶宛也还在附近，往回走了，为了躲颗雷。 地窖再补上了一个圆，那就杀那我回头找气象了，你气象帮了那么多波，但是有飞轮没有道具了，位置有点远，飞轮先规避了一波，大门现在已经在开，18秒形势能开的了，再补，没道具了，这雷很准。现在的话还有一个2连雷，再补，先打了一刀再说。小回头没有办法，海边的地窖只能去找海边的地窖，但是这边还有移形过来，感觉也没有什么办法呀，慢慢蓄雷就行了。又把人卡走了，再补，没能炸到，没关系。 封住了板区，还在一刀先击倒了再说。求生者现在也不能直接出门，只能再过来救援。没道具还得救，挂海边地窖。但你救完之后，你还得有一个去跑到大门的时间。对，你这海边的位置离大门太远了，而且守门人是没有道具的，法罗救人慢。
这一丝的道具，我们不能称之为道具了。是的，只能说看能不能极限躲个刀。对。他这个道具主要是属于那种临过期，你知道吗？哎，不过守门人进铲子一瞬间用个那个突刺，就是一段小位移，好像能无所谓，反正你现在化险为夷，你是不可能到得了大门口的。问题是，首先你要从大门挪到海边去，对，然后你要救完人之后，你得有人挪回去大门才能走这个地窖。不能过半的，搏命是到不了大门的。已经过半了，过半了就搏命也无济于事。这人他现在就打一个针对，我慢慢炸也行，就一直炸，我不 A。是。 你给到机会，我其实现在再进行一个换挂也可以的。是的，又炸到了，又炸了气象，气象现在的话，这边马上就有摇了，摇空直接摇中，结束，能再次击倒。恐惧的范围，恐惧的那个气氛，我感觉是从守门人救不下那一刻开始开始蔓延。比较致命嘛。那这里再次挂上陶碗，也就说了，G2这边完成了3比0，我们可以直接恭喜G2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恭喜！ 今天的 G2状态真的太好了，因为他们真的是在一个 BO5赛制下面，用3把直接带走了对面的北京 WBG。是的，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吗？还是58%，非常高，非常高。没错，毕竟刚才我们看数据的时候也看到了，宠爱他这个散发着金光就上来了，是吧？这个数据非常常见的一个进攻。嗯，没错。但是其实这个阵容啊，对于博转阳来说的话，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哦，是。 这个阵容下限还是比较高的。对，大家第一局基本上不会选一套让跛脚羊好打的阵容，或者两百创的面马将让这个求生者去跑图嘛。嗯，对的。那幸运儿也不着急嘛，反正我先摸摸箱子啊，开礼包啊，是吧？是。200创这个脸上就有一个箱子，对，可以去那个。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看一下第一个被追的人。 开局肯定要先驱赶一下中场的花瓷的。对，花瓷的话，反正中场没有击啊，直接往木方向走了。想过来直接拿花瓷开刀吗？想直接追击这个宙斯，但是他想赌花瓷去交互啊，但是并没有交互。前面交一个电之后翻过来，但是好像还是有刀。对，相当于是互相端，直接哎呦废掉了这个笼子。废掉一个笼子。是第一个笼子废掉，交了一层喉。这边平地刀是不亏的，可以给宙斯攒一层这个喉头。对，攒一层喉。 前面的话，看下一个笼子怎么交啊？因为追咒术师的话呢，他是一个可能会有26有36的角色。是的，先过来放一个窥视者，然后去把大门密码机给限制一下破译。嗯，这边可能是想拿一刀平地刀，然后笼子快速终结，然后再交喉。但这边给到一刀，直接拿到一刀，是相当于现在已经是4层喉了。现在击倒还是有飞轮，挺快的。现在前面还有喉可以交，有没有机会飞到这个笼子？ 过来稍微是打断了一下后摇啊，不过这个笼子还是废掉了，这边只有1/4状态了，还是可以走一刀击倒的。是的，而且这边是影响到了救人为密码机的破译嘛。对，救人密码机是比较少，这边想摊一刀大副吗？能摊到吗？这边交表直接很稳。过来，这个位置应该是拿不到刀了。哦，拿不到刀了。但是逼了一块表也不亏，还没救人呢就逼一块表。是，待会儿救人可能还是要交一块这个块表。是。 毕竟这个淘汰进度是一定要卡住的嘛，才能把观众效应这个天赋收益这边这位可能还是在脸上。想用第3段表摇一下，相当于他是想被逼到一块表之后，我省一块，是，对吧？他想卡血，用第3段表，然后这个定点，然后卡血嘛。对，就相当于1表2用了啊。又保自己，又能卡队友的椅子淘汰进度。这边宠爱肯定是想让笑豪这边逼救的。是的，但是在这个板区的话呢，宠爱也不着急。这个板区过来先慢慢拿一刀。 给他正常把人救下来，那这波笑笑的救援也是非常成功的。是的，省下了一颗怀表嘛，也是把淘汰进度稍微卡了一些。是的，但是相对来说，花瓷的第一波牵制，他既没有留足够的喉在手中，也没有牵制出太久的时间，其实有些亏的。是。那这波稍微往角落倒一倒吧，让园丁再过来刷一波化险为夷就可以。对，园丁这一局的话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天赋。看一下想往哪里去挂。 直接往3板方向走了，想挂3板去打一波手尸，没有，往月门哦，还是要挂3板，挂一波手椅节奏。是的，然后旁边的话是小迪的一个幸运儿，对，以及奈奈的园丁提前蹲好了，确定可以把这个淘汰进度卡得比较死。这边好像是没有看到园丁的位置，可能可以去套个盾进行一波无伤。对，可能是有一个波无伤的机会了。 看一下这波怎么去决策啊？一般来说就是等卡到最死的时候，然后套个盾，直接扯套个化险为夷卖掉。哎，是的。如果这波能够无伤救下来的话，那求生者节奏是偏平。是的，拆完拆掉无伤救下来，然后打到针对刀。那这样的话，园丁一波无伤，刀走一场。啊，看看
要不要再补一个笼子拿他一刀？想再拿园丁一刀状态。算了，好像是算了，好像是要算了。待会儿怕找不到人了。是，没必要，没必要。然后外围的话还有2个遗产级需要去补，状态的话呢，其实保持的也算不错啊。宙士的话也是倒地时候再用一次飞轮。还是那句话，16的时候猴也没省，然后牵制时间不太够，然后现在导致你这个猴也不足以支撑你的26或者36，宙士的这个优势没有发挥的太出来。但是不过消耗也是成功通过幸运儿的机械傀儡，然后把状态补好了。对。那求生者就是要打最后一台的密码。是的，3个满状态。拉锯战。那幸运儿手里头还有瓶香水啊，看看一会儿会不会补充一些其他更有用的道具。但是好在求生方是全部都携在了一手那个回光返照的，对，都有。场上的话，现在只要不出现倒遗产这种问题，基本上是有一个3人开门战的。对，现在对于童安来说的话，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看能不能把笑笑的这颗怀表给逼出来。可以看到这边留的密码机都是比较远的2台，修的比较远的2台机，不太好这个区域。对，它虽然说是一条直线啊，但是密码机之间的距离，它都至少需要2个笼子来赶路。是的。好，小迪这边也终于摸到了心心念念的枪啊！园丁这边宠爱想去卡一下位，等盾结束之后再去释放一个自己的老龙，再进入一个龙间博弈，先拿一刀。但是的话呢，大门那边密码机已经在修了，修到一半的进度，全员都有回光返照的情况下，而且这个笼子没有照到。2个笼子相对都是有一些小失误，后边被墙卡住了。这个笼子，哎呦，已经被拆了，拆掉了，拿到刀。是。这一波奈奈的牵制非常关键。过来，那这边不选择翻啊，拿半刀，那甚至有机会能直接拖到回光返照通电啊。是，小迪应该一直没摸密码机，一直在这个翻箱子啊。想这个为开门战做更多的准备吗？对，现在是有表有香水，然后呢有枪，哇，这边奈奈的牵制非常关键。这边密码机是成功压好的，密码机是压好的。是的。想去给换点啥？他想占一个这个继承盾。对。占一个秒盾，然后去拿道具吗？但是这边想去改追看到幸运儿了。但幸运儿的话，装备齐全啊！你想一整局没见过他，有飞轮有信号枪，直接开哇！那这个笼子应该是拿不到刀了。是。但是这边佛长手上愿力有点直接底牌切闪，终结。底牌切闪的话，奈奈那边也是相当于第2时间去点的门，现在挂上之后，这个门的进度看要不要放下来，先放，不一定能走，有一点机会。93的门，这边有把表，刚才是幸运儿给他换的表啊，他去捡起来了。那这一个笼子应该也是废掉了。对，他现在在等这个怀表的时间，第1段消失，第2段已经摇了，再交笼子迫近身距去拿，这刀是能看到的。是可以击倒园丁的，直接击倒。那边幸运儿的话能起，但是也是刚刚能起来。现在就算能起也不太敢起，能起的话也会被瞬间再击倒。对，瞬间击倒，而且没自愈，更难运营。这边也是准备让大副过来。是的，大副过来扛一下压，得去打这个人倒在这边，这个只有7%的进度了，点2秒钟就点开了。是。而且最后挽留时间也只剩47秒，是能错过的。满挂是能做过的，竟然是有机会去做过这个挽留的。没错。那宠爱这边选择直接挂上2个，就看这波追笑笑的一个节奏，提前摇表，有没有机会钻到椅子旁边直接拆龙？暂时还是在中央游走，想去先救小迪。救下来了，哇，还在秀。还在秀，还在躲，但是呢，笑笑已经是燃尽了，但是小迪这边不足以把人救下来，这边钻过去，跟钻，但是没有钻过去，就差一点点就可以摸到了。是的。这波的话主要是笼子把幸运儿的走位给限制住了，在击倒大副的时候，幸运儿没有办法走直线去接近到园丁，这一波最终导致被4抓。但是可以看到笑笑和小迪2个人的走位已经是非常秀了。对，尤其是笑笑在第1波无伤救下来小迪之后的话呢，第2波又几乎折掉了一个笼子。是的。但是最终还是宠爱笑到了最后，完成了一波4抓5比0。机械小房。肯定要追击小房是吗？对，即使大房比较这个比较能绕，它这个下线能绕2圈。反正逼一个闪现大概率不成问题，或者说闪现时间好也倒不了。歌剧去应对弓箭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被克制，可能会携带一手差了。是的，看一下选点，是把机械师放在了中场，让队友把它保护起来。
选择了也是这个点位要奔小房走，可能真的是要追击小房。对，但是这个选大门的话，有可能是会锁到这个大房密码机的。对。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奔着小房的方向先走啊，看看拐不拐中场。应该，哎呦，不过失误了一下啊，跃入同一领域了。这边携带的还是一手闪现。时代的闪现。 想通过一个倒红光稍微拉近一点身位，也是拉近了一点身位，其实是。没错，看一下小天第一支箭，核心箭，一箭穿心。这个板子没有选择下，想再绕一圈。想再绕一下。下的话可以多绕一圈。是的。这边板前是留了一个隐喻的，翻过来，反应非常快，还挂上一层撕裂。是的，没错，再补一个臂弩。可以看到，小天的这个牵制还是非常稳健啊，这个再补一个龙骨弓，但是这个身躯好像要先拿刀了啊，拿到一刀不过没关系，他这边手上还是有一个龙骨弓以及一个臂弩的，感觉是有机会逼闪的。第一波牵制只要能够逼出闪现的话，那对就算成功了，就算成功了，回速过来。 下板想省闪，白鹿这边小天手上过去，臂弩，龙骨弓，这一波飞轮，想预判闪现，想预判闪现，这边白鹿也是防了一下嘛。是，但对于小天来说，他只要吃出这个闪现的话，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其实这个16牵制是非常成功的。是的。 道具的话和飞轮都交了，然后最终换出来一个晚吃几秒闪现啊，还是可以的。但是小明这边的身位可能会比较远啊，因为他是要从大门过来救这边3板。可能会选择压满救，就是这样让求生方去都吃满这个观众效应嘛。对，还是先卡半了。已经过来先摇地段表，可以哦。 拿刀拿得非常快，对于一个隐身位置的预判，两个人赶紧分开走，避免给双倒。对，关键手出来掩护一下大副，再往大房角落去溜，想监管者挂久一点，然后多一点时间。是，对，让这边的魔术师再去刷一波化解梅姨。没错。看一下雨晴，已经准备往这边赶了，准备来救援了。对，而且白鹿这边的话呢，底牌已经切了。 这波救援的话，魔术师这个状态，看看有没有机会不掉啊？对，因为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嘛。对，魔术师如果说他能保持满状态的话，可能下手节奏续的不一定是他。是。但同样的话，这边淘汰进度也是要多卡一点的。是的，大家现在都在压观众效应嘛。多吃一点观众。哎，回速但是有点远了，做影子了，无伤了。想扛一刀，扛刀也是扛到了。没。 弓箭手扛到了，弓箭手帮队友扛到了，是的啊。那这样的话，魔术师相当于还是一个无伤救啊，符合预期。无伤救可以说是对于公狼来说非常赚，非常赚的。而且大副那边也要摸好了，大副那边摸好了，这边挂人还能挂很久。是的。 其实这局整体来说的话，都是按照求生者的一个常规节奏再去打的啊，甚至是一个常规偏上的一个节奏啊，该做的基本都能做到，而且现在也是3个人满状态去打很多台的一个大遗产机。目前看来场上第一时间传送200银窗的密码机，目前看来场上还有半台的密码机可以是守，进度上来说还差半台。对，脸上的耳鸣是小木的机械傀儡这边要亮了，哎，没亮，98密码机没亮，但是白鹿看到这。 边密码机还是选择击刀。哇，这边一个慢翻，先清掉机械傀儡，避免说是开门战伏笔。感觉他是有机会强亮，但是他是想用自己的不亮来拖一下外围，多修一会儿可能。看一下这波下一个目标还是要找到雨晴了，这个他没有光返照啊，这个问题是。 过来，然后旁边有一个摸箱子的果冻，这边板子都还在的，对于魔术师来说，牵制还是不会有特别大压力的。这波断影了，再过来找机械师，其实找机械师是 OK 的。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说，他这个黄光返照，而且手上有香水是可以站出来牵制。对，这个想这个觉得这个街师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然后想针对一下街师。是的，过来，这边看到密码机在抖动，也是再去大门，选择直接去追击大门。找雨晴，雨晴这边休一会儿，赶紧准备开溜。这波能不能？ 判断这个雨晴这边有没有携带一手回光返照，非常漂亮的一个砸板，对，非常漂亮的一个博弈。哇，2连，连砸2头，连砸2下。那这样子密码机就可以直接拖到压好了，压好了。是。哇，还把影月给断了，直接选择亮，再交魔术棒卡位，再打这个魔术棒还有加速，再交一个弹射。 哇，这次不砸了，
所有的博弈都被拿捏，这边再回溯过来，能打到吗？没打到隔窗刀。哇，雨晴还在秀。这边应该是想留这个魔术师。哦，看到了，想偷袭。 拿到了一个抽刀，但是呢，另外2名队友是可以走到。是的，完全可以走门了呢。第一局战罢，成都狼队这边是获得了一个7比2的大比分领先。熟练度非常高的喧嚣，而且这种暴力追击流的角色也是比较容易去把求生者去打崩的。对的，而且也可以看到白鹿喧嚣的胜率也是有45%，比较高的。可能会去携带一手张狂和底牌去进行整分。是，刚才不是舍弃挽留是，刚才不是看了吗？他这个也是金灿灿的上台，选择让法罗女士站在大船中场控出来，让佣兵去掩护一下3窗杂技的位置。想保护杂技，杂技可能会携带一手化险为夷。对。好，但是选择海边。这边白鹿还是选择海边去追大船的法罗女士。是。那这个悬念。好的啊，进入比赛画面，直接是往船的方向走，而且也是看到了从外侧甲板上去的法罗女士。 但是这波触发隐匿很快，触发隐匿很快，出来会比较快。对，哎，这边先防一下反走，那这边先破掉这个隐匿了。提前远程释放双重惊喜，很准哦，是的，双重惊喜2波2个球啊，已经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了。而且这边身位可以看到你的窗台已经交过了，拉不开。法罗女士这边是没有携带一手飞轮效应的，是不好去。 规避这个下一波。是的，赶紧把这个法杖交完，但是直接被破了，直接蒙出来了这波。对他刚才交法杖就是为了能快速进隐匿，但是进了之后还是被拿到刀了。那这边可以快速击倒了。是的，不过还好，又进入到我们的隐匿状态了，给到就差一个土球。哦，博弈可能还是要等一下下一段的那个双重惊喜，怕这个被博弈砸痛。 哇，这么刺激吗？这么刺激吗？果冻。哦，差一点看到了这一段，是击倒是比较快的，然后可以压到中场救人位的遗产机。是的。坏了，该带失场。这一手失场，现在后悔了是吧？那反正这波移形省下来了嘛，也不用担心被2次牵制。现在想办法尽量不让救人位无伤救人。对，小明这边的话被通缉到了，直接交护腕想贴近。护腕是这个，他预判他往后走，先拿一刀，但是应该是没有机会摊到这个双刀。想摊双刀，因为手上有机会吗？有机会摊到了！焰火舞台粘住了小明，让你释放不出来护腕。手上有一手移形是不怕跟丢法罗女士。对，而且法罗这个转点也是往一个死点去转。不想去带遗产吗？对，哎呦，还是打到了，还一波土球，差一个土球。对啊，土球。 看一下这一波绕场谢幕，马上好了，好，击倒了，哇！那场上现在密码机2台半，并且有双倒，这样子对于求生者来说不容乐观，并且呢，求生者这边是没有携带第2个化险为夷的。是。这一张椅子是有机会去打一波拦截的，没错，因为这个手上还有移形，那波佣兵被通缉到了火灾调查员，对，通缉到看到火灾调查员在修机。 这波可能也在修，是要选择让小明再卡满就小明发现了，小明单卡有点危险，他甚至有可能成为2手节奏。这边选择不救的话，那就要直接追击这个小明了。对，手上有2个护腕，但是牵制起来也并非轻松啊。对，不轻松。直接交移形，移形粘住，贴脸，然后想打一个翻过去，但是这波正好是震慑。对，主要是他在躲的时候上了一个红球。这边小屋还有一个地下室。是的，第2手节奏续得非常快。我觉得这一波决策让小明去卡人是有一些问题的，有点把压力给的太大了。对，他毕竟是一个半状态，而且白鹿手上是有移形的。主要是白鹿这边看到外面的密码机一直在抖动，然后直接出来找你了。对，非常大胆。 那再过来排一下小天的一个位置，已经在双11了。那这个人基本上是救不了的，可以说是。是啊，这局要考虑走一个的一个打法了。得想办法去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是的。看到这边的话，海边密码机亮起，也知道你这边知道这边位置的。然后那个远处的密码机也在抖动嘛。没错。过来再教一下双人惊喜定位加空中飞人赶路。 然后雨晴的话选择上大船，应该是大家是想直接卖掉了。他想破译2台最远的密码机，然后去打一波拉扯，然后找机会走一个。疲于奔命啊。白鹿这边也是，但是白鹿这边是有一手底牌的。对，所以他走远一点也不是说很怕。他有机会快速击倒，然后进行传送。对。你这边也不好走太远。小天这波抗压怎么说？得拖到那台36的密码机破译完。 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得尽量拖到那个远然后这边跳球失误了，跳球失误了。
好在说是这颗烟火球被监管者吃到了。但是这边监管者是选择了绕上谢幕直接拿到，然后双双惊喜没有命中，但是可以直接飞过来击倒。也可以看到白鹿熟练度真的非常高。对，往中间去牵一牵。直接挂，然后底牌过去。因为看到最远的密码机在抖动嘛，所以直接挂，然后底牌直接传送大船，然后去追击这边雨行的火灾调查员。这边前面是可以看到前面是打掉了一个气囊的，所以手上只有一个气囊，然后翻下去之后交一个窗弹射，但是惊吓标记没有命中啊。对，没有命中。然后手上空中飞人也在 CD。不过想去走地窖还是非常难的。淘汰进度还至少40秒钟的太久了。这个雨婷得牵制40秒，且还要溜到地窖附近，非常难。非常专注。这边可以看到白鹿直接还了一个4段。是的，而且这局很快。一些我强锋比较好命中的点啊，确实这张地图小丑的压力也是需要去考虑的一点。不过小丑的话呢，我可以选择不救，只要我逼出闪现。是吧？我可以选择不救，我就没有双倒的。那小丑选出来，佣兵的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佣兵压力非常大，他首先说是牵制压力很大，其次救人压力也很大，保护佣兵很难。会不会让佣兵去选择一手大船？是，如果说监管者真的来抓他，我就玩板锯。就是我虽然被锯到，但是我可以砸一个板子。是。也是选到了佣兵很远的位置。对，那应该是不会考虑佣兵。是的，那其实也就大家修的都会比较放心一些，因为另外3个位置起码都。选择一个电竞皮。好的啊，进入比赛画面，我们直接是往木屋方向先捡一捡道具，并且驱赶一下木屋的求生者。是捡零件啊，这边装了一个无限锯和风翼。应该是不会选择追古董上的吧？应该不会吧？他毕竟点也比较难追啊，封窗嘛，所以想追木屋的人会比较困难。不过他在排啊，走了，直接不管这个2名了。先捡一些零件，看有没有人在海景房。现在准备捡一些。往中场方向走，但中场方向基本不会留人的。花瓷也已经到了大船上，现在相当于笑笑的位置最危险的。他得站出来。中场3板。可以看到求生方其实是防的非常死。哎呀，嗅到了佣兵的位置。嗅到了。嗅到了吗？嗅到了吗？好像没有看到。嗅到了，应该就在附近。第一句拿得很快，非常快的一个是拿到节奏。你说笑笑要是还是来中场的话，他要不直接选中场不得了吗？还从大门过来。但是第一句的话，如果能砸一个板锯的话，就没有。是砸板锯的话还好，起码能转个点。如果砸板锯，可能去双11了，我感觉。可能是封住大门的密码机了。招数互换，但是这个板锯可能还。好，这个板锯可以补。这个板锯是有稍微好的，但是我这边闪现已经好了呀。对，能逼闪。这个熟练度非常高啊！哇，在博弈，还在博弈。哎呦，没有逼出闪现。不过外围化险为1够，倒是还有2。是有机会套上去，然后对，只要不双倒，外面也有一个古董上。主要现在闪现没有交出来，所以求生者救援压力还是比较大。对，是比较大，很有可能下一步会双倒。对，所以这波看看怎么安排。你没逼闪，你还必须得救。挂到海边的话，就让大船的飞行家过来进行一次救援。好在是外面一手气象学家是可以补状态的。对。那看一下这波来救援的古董上被通缉了，而且他还没化险为夷。船上的话呢是飞行家，是想应该让飞行家过来。对，应该是飞行家过来，飞行家开进度，可能想要飞行家依旧，然后救下来去找气象学家去领一个暖雨，然后在气象学家进行2次救援。是的，是的。这样的话密码机也好安排。看一下，现在求生方就要想办法不倒遗产了，下一波化险为夷带走，但这边救人压力。哎呦 ，A 选择先 A， 然后卡在了这个位置，逼出了大盆，还好有悬停。我感觉这波应该是有研究，就是卡住了。但是这边26其实是逼出闪现也对，也挺赚的，对于求生者来说，求生者也能接受。对，主要花瓷反应也快，他交大喷，然后佣兵这边逼闪，其实这波宠爱的小丝是被化解了。相当于是一个闪现换了一个悬停嘛。对。再挂一下佣兵，佣兵下一波救下来的话没有闪，手里有一个护腕，如果说能进到木屋的话，可能还能再逼一个无限锯。但是护腕面对小丑还是比较对，就看能不能转一个安全一点的点。而且这波救援的话，可能身位会比较远。是，但气象学家已经准备过来了，没有选择去领暖雨，想这个多破一些密码机，提前直接交层云过来，然后在以前博弈。这个博弈，知道他手里现在没有，还是直接先平 A。会不会想拉锯？要帮扛了吗？帮扛，但是宠爱好像但是这波帮扛的话，可以这个佣兵可以去转到小屋进行牵制，小屋里面还有这个板子。是的，而且气象，而且这边气象商也想过来陪跑了。他们因为电机要够了嘛，这个想是
但现在的话，其实就差气象起来再去修的这个。是的，但是古董上这一刀，气象这边可以换暖雨，然后这个起的比较快。一下，是的，交点刺。其实九和生方真的只差40%的密码。对，就差气象起来去修。对啊，而且宠爱这波闪现交了，一时半会还处理不了。对，处理不了。哦，那求生方是有机会的。我躲开，先把但是这边佣兵是那个，他可以转到前面双11，转到前面的点的。对，而且这边不是很好追，双11你必须要踩板。而且佣兵是有一手这个小。对，这个小搏命嘛，是的，而且最后2台密码机都在破1了，你必须先把这个板区踩掉之后再去拉锯。是双11这个点，看到最后台机已经在修了，只有20%进度了。这边佣兵利用这个小搏命可以成功。其实现在都够了，我们可以说，是的，他的密码机都够了。而且我这边是没有携带一手底牌的，对，看战士我直接往小门冲，那你是不是就不好？密码机够了，直接亮，直接亮，直接亮。那我直接冲小门，那。奈奈这边也过来了。奈奈刚才是交了自愈，保一个满状态。因为闪现是这个2-1救下来，然后交的嘛。对，想来找一下奈奈的古董伤，但想了一想，可能还是追一下这边的笑笑会更稳妥一点。还是想追古董吗？要追古董吗？要追古董的话，古董上棍子会。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把佣兵给调出来。是，因为佣兵去这个双11牵制嘛，然后也不太好追。对，过去找佣兵。还是选择去追佣兵。但是佣兵手上有个护腕啊。对，有护腕，不过这个点位很危险，这个点位应该是要倒的。这个点位应该是要倒了。是。小护腕，弹走绕树，哇，还是倒了，但是拖了不少时间，但奈奈已经够了。我是没有携带一手底牌的事情。而且实在不行的话，奈奈也是可以通过走海边一教进行一个3炮。没错。那这样再装无限距，等一个 CD， 但是已经可以出门了。MRC 在第2局还了一个8比1，对，把7比2的比分给翻回来了。哇，这两边战队的实力真的是不分伯仲。确实啊，真的太这个。恐怖了，双方7比2， 8比1，两个都不小的数字啊。没错，然后现在再找一找佣兵啊，比赛还没有结束，找一找佣兵，找人换阵。对，反正佣兵一时半会儿起不来，你就爬吧。逛庄园，而且地窖的位置也比较。找到了，找到了啊！那这样的话也是选择一手投降。那8比1的比分还回来 ，M2C 这边小分领先，大分追。感觉他有没有偷看他排位？评价挺强的是吧？啊，你也学会端水了现在。这个阵容的话，其实可能桃花大师会比较怕接受一点哦。是桃花大师，如果我没有携带一手这个，对的。桃大师这样的话，开局可能会去找一下这边桃大师。桃大师也不是很怕车是吧？他可以自建轨道。所以来看一下是起点还是桥上？桥上了，直接找桃大师。桃大师全场唯一，划线唯一。主要是追你桃花大师，你是不是就得往终点站这个位置牵制？然后终点站这边又是没有携带划线。是的，先变假想妖，然后3个击球点落下，直接退杆过来。这个快交互踩板，可以看到这个。笑笑他是有一个板弹的，再接一个窗弹，是防了你这个桃花大师的吗？第一刀拿不到，防了你这个抬手的。是的，骗一下红光。骗到一点身距啊，但是逼出了一个迷烟炉。这迷烟炉有加速可以进到前面的板窗区。哟！不过好在他是不怕第一刀的，他这个交互还是有点惊险。但是这个窗区会有点短啊。对，这个窗区有点短，好在是不怕震慑。好在这边有一个双弹是有一点牵制机会的。击球点布置一下，然后假想妖再放一个，再退杆，有没有机会？还是差一点。主要这个后摇啊，太久了。前面这个板区的话，有机会拿刀吗？拿到一刀需要加速。是的，第一刀拿了。那我就可以闪现快速终结你。对，闪现快速终结。甚至这边还有时间去闭合一下密码机。是的。可以看到深度非常高啊！应该准备直接交战上没空这一刀，对。其实笑笑这一波想用窗弹走，他其实是想规避这波闪现。对他用窗弹走，但是如果说他是反向翻过去的话，其实就是规避了。但是可能反向翻过去就那刀就打到他。对，也可能就震慑了，是吧？那好在空军有一杆信号枪嘛，还是有26的手法。但是空军这边其实是比较远的。对，空军得跑老远的路过来，然后这边想干扰一下，带假想妖退杆过来。就是让这台密码机被退2次就算成功。是他也不想求生方交出钩锁回避一下，想让花瓷直接救了吗？那冰幻是有机会无伤，对，无伤高的呀。这波手椅压力就没了。那看一下这波主球怎么用？要帮球这个再铺一个轨道，但是把花瓷收过来了。那笑笑怎么办呢？先无所谓，先打花瓷一刀吧。花瓷这边这个飞轮。不应该交啊！这飞轮肯定交不出来。受伤的人越多，我这边惯性的 buff 越强大嘛。对，惯性 C 这个持续时间就越久啊。
那这个这个推杆的位置有点推的太对，离求生者太远了。而且小迪这边已经进行陪跑了，手上有一杆信号枪是可以保。那我最后2台密码机已经在准备破译了呀。对，我这边只要往其他人站一死，然后就不干扰密码机这把。补球扑轨道。 收回来啊！但是这一把1号枪躲掉了，不是他完全没在躲，关键是就这个板区就躲了，根本就没有看空军位置。对，相当于小迪在那瞄半天，然后宠爱一回头，怎么有风声？对，那这杆信号枪开掉之后，头号大师的第3次牵制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牵制了。对，而且你救人还不好救啊！求生方救人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对，救人压力很大，而且现在还有空去。 来一个闭合领域，有没有机会闭2台密码机？就是他拿2根，拿6个点嘛？对，6个点去闭2台。6个点，差一点点。好像能，但是这边手乙就放弃了，是吧？有点。对你不能2者兼顾嘛？哎，要么说是然后封禁密码机，要么说是要对假想腰，过来能不能主球一起？骗到，想骗，他想骗单窗。他主球应该是已经交了，但是这边调手移速很快，可以有机会打。这个双刀没有打到。 骗一下红光，然后这边直接是惯性过来扛刀，可以进行一个陪跑了。可以看到这个桃花大师还好携带了一手这个防御机制，然后也是翻过去了。这个板子，这个板子不破吗？不破很难拿到这一刀的呀。但是密码机其实还差的比较。过来，现在击到，不是小迪，你这边还能再交出板材，继续一波拉点。有点太刀剑无者吧？这也是闪现节中点。闪现过来打到桃花。但我这现在闪现中间我还有半台密码机可以打。对，可以控。现在就彻底进入到了台球手的节奏当中了。而且我是外面2个半状态。对。 你现在很难去扛住我的一个2阶台球手的追击压力。是的。先看一下啊，这个路线主要还是围着密码机打。对，他这个想省一下击球点可能。来，你看轨道之间横移，然后再一个退杆落地。先想多逼出钩索，继续回来。求生者一些道具想多。这个区域闭合是想控一下3站的密码。只要你开战白板越多，我就。 争多少能力？对的，然后小迪那边也是再起了一台密码机，避免被你一直控着嘛。没错，但是终点这边密码机已经差不多被回退了，已经快退完了，对，确实快退完了。不过终点这边得赶紧起追击节奏了，要不然的话，另外一台密码机新机要补上了。收一下，但是没有收到。没收到，自己过来。 想靠这个，然后再来一个退杆，但是身距好像没有进多少，花刺但是逼到冰块的钩退杆，对，但是退杆已经叠3层了，真走得非常快，对，可以直接逼掉这个冰块的道具。好，那3站的话现在也在修，2台密码机起点和3站同步在修，密码机有点控不住了。要不要考虑就是用几个击球点去封下远处密码机？想去对，过去管一下小迪。密码机，我再铺一条轨道。对，我知道你这边密码机比较少，我可以直接去管。是的，再过来。 但是那边密码机就要抢了呀！是的，而且距离比较远，一时半会儿击倒。瓜斯摸到一个娃娃，会成为伏笔。主球吸到了，吸到这个主头了。那这样能起一波上瘾节奏。是的，而且得千里迢迢过来救。不过好在求生方这边摸了一个娃，可以直接贴这个。是4人开门战，4人开门战，没毛病。那过来救吧，奈奈走过来，而且现在场上的就是全员有回光返照，还真是4人开门战了，准备。但是这波救援可能会比较远，但是排的位置不对，想去管密码机，想直接管密码机吗？不，还是退杆过来了。一下这边奈奈，他想封住密码机，想封密码机回退，然后让他们压机的时机把握不好。但是好像没有封到这个密码机，封到了吗？哦，封到了。那得尽快救援，要不然待会儿6秒要退了。他没有，他想往后退了。 对，已经退了。哇，这刀有点险啊！那小弟得再牵制一下。是，但是也快压好了。快压好了，会加速是修电机比较快。看一下这波主球往哪个方向推，然后本体过来，然后小迪反正压好无所谓了。他想再拖一遍，你这个拖不到吧？44秒才会再推。直接通电，机械傀儡是在贴门的。对，4人开门战，机械傀儡已经在点门，只能交闪。没有交闪过去之后，过去也来不及了，因为那边是门，是第一时间贴的。太远了。是的。 也是双方还是打成一个平局啊，打成一个平局。非常双方真的实力相当，对，实力非常接近。我觉得主要还是，M2C 这局密码机安排的好，它的终点2台，起点1台，其实即使是台球手也没有那么好控。他们先来破掉你这边的3连密码。对，破终点3连，然后起点留最后1台机，终点留最后2台机。主要这张地图 M2C 自己选的嘛。 对吧？这张地图我觉得杂货商保个平局应该问题不大，应该是想拿杂货商去保一个平，保住平局，反正我就把小比分优势先留住。小玩家是完全可以让他追的，是，我就给你追，
可能我外面携带2手化险为夷。但是监管者选择了2战。哦，监管者也是没有上这个，没有上当。小周家就直接在终点自己修吧。在那边自己修吧，先破终点3连再说。好的，那进入到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桥边的方向走，追人皇桥的。教授小天准备抗压，但是这边要是携带1手飞轮效应的，是不是很怕这波？对，也不是很怕，而且它本身有一个被动鳞片，可以挡一个碎石吗？对，确实教授的话也是这边吸了一个放出来去溜的，是吸了一个藤蔓。看有没有机会。 滑梯拉一波点，转到前面。哎，想掉头，想掉小说家。哎，这边携带的是一个什么？这个辅助技。这边直接是到双庄，想瞄一个碎石，但是这边视野卡得很好，对，但暴露自己的位置。但是雨晴的话，他还是要尽早去把自己的隐喻给哎，碎石，啊，砸板，这刀没有拿到，这个砸过上刀交。是的。 哎，这边好像是想开门，但是吸了一个藤蔓出来，相当于我没交隐喻，是我硬拿一个头，相当于我带2本书来。在我这边也有机会去终结你们。对，哎，这个藤蔓，那我抓住了，天呐，那我终结你了呀？有没有机会？哦，没有，这边有交互减速哎，移形交了，还是能击倒，哎，还是击倒啊。是的，这个。 很惊险，直接转回来挂人，吃了一手没有飞轮的亏吧？如果这波有飞轮，确实可能就能。确实吃了一手没飞轮。更想去防别的角色。挂到终点的话，第一波让小明过来救援，是淘汰进度的话，肯定是要再卡一下的。多吃一些观众效应嘛。小明这波是捡了教授一个鳞片，但其实野人这波救援压力也挺大的，手上2个碎石在藤蔓。打破伤的话，救援压力提前是选择提前下注啊，没有躲掉一个碎石。 但是手上有一个鳞片，有鳞片，但是手里还有碎石在全躲掉了。博弈哇，这个救人非常成功，救人非常稳健。他有没有机会 OB 呢？他因为他提前下注是有机会，对，是有机会 OB 的。是。哇，好准的藤蔓呀！复原度可以看到非常高的。是，那野人上猪，尝试 OB 一下，起码逼个藤蔓。是多耽误。哦，他是吸了一个重金之托。 他想强行挂人吗？别唱重金之托，想让这个野人把握不好距离。但是超长的刀系，哇！小明对刀系把控真的超级。哎呦，一刀没吃！哇！重金之托结束了，一刀没吃，吸个藤蔓直接撞到了！啊，但我野人能扛到吗？蓄力刀！啊，我这边那走了。这个野性伙伴也是到时间了。对，但这波拖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久的呀。是。 而且多余的存在感也没有，为求生方这个保平去争取了更多的机会。是，那这一波的话，看一看下一波救援的人。还好是没有吃到这个。这边是带双弹有一手肌肉记是成功翻过去了。是。这波会被拦截，但是冰幻这边是没有携带怪险唯一的，可能会救下来直接倒地。这边也是大刀，要吸刀，再吸一个地表。 吸个地表，救援压力很大。是的，要博弈了。好吓人啊！救下，好吓人，超极限。那是选择扛刀，可以先看能不能先用碎石炸倒这边的冰幻。是的。哎，炸到了小说，要不要选择直接把先吸到冰幻？让冰幻不让你帮忙扛这个藤蔓嘛？不过小家隐喻已经吸好了。要不要选择直接用？ 心机的，要不有可能藤蔓缠住就没机会用了。确实扎一下，哦，没扎到，可以看到躲得很好。得交这个输液了，移形过来交输液。可惜了，身位拉不开。他会不会往前走会不会好？对他往前走，然后呢，再把监管者换的远离交互点会好一点。哎，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是真的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好像是在脸上。对，就在脸上。可以封到的。那我监管者是有机会拖出我这个辅助技能。 是的，其实就是对于小说家来说，我再多活可能7、8秒就压好了，对，而且他是有回光返照的。白鹿也是没有犹豫嘛，直接交这个移形终结这个。对，就是大家都是在争分夺秒，每一秒都很重要。脸上的雄者赶紧迅速撤离，把拖外侧雄者再去破一台。对。那现在白鹿就是要拖自己的这个辅助技能去找机会开门战，有没有机会多抓了？对，狼队这边密码机留的也很好，终点这边留2台，然后起点半场留1台在鬼屋那边。这边小天也是2台密码机也是，狼队这边的2台密码机也是非常远嘛，非常远。然后这个也是躲得很远的变化。但是感觉白鹿是能嗅到狮子楼在卡的
病患吗？病患有差一点点。病患有问题，就没自愈的。病患意识也很好，他就是有意去往里面去规避耳鸣，把那个耳鸣不要给那么早。是的。这波如果嗅到的话，不嗅到他就直接去找你了。对，我就基本上以白鹿的嗅觉肯定能判到你的位置。是的，只要耳鸣起了。过载，迫切需要一个追击目标。是。我手上我现在见谁秒谁，我就割道具。对，也不一定。但是小天的话还是被动的，还是这几个里边最硬的。最硬的，所以他站出来抗压嘛。对，抗压，然后还在盯着那边，还在所以那边。但是白鹿这边应该是不会选择交交地牌的。这个那边密码机马上就要压好了。先一个碎石，但是小鳞片没有打到，没打到。其实打到现在就打了也能压好一下对面求生者的一刀道具，让他进入 C。点2站去了。那等下一刀吃刀之后，应该是要坐车吗？看这个意思，但是辅助技能没交，哎，辅助特质没交。其实看一下，想再耗一耗，然后看能不能碎石压个起身啥的。哦，没有打到这波碎石。现在就比较尴尬，你要是直接开的话，有可能会被快速击倒。主要拖一个点门的时间嘛。还是没有炸到。哎，终于炸到了这个小鳞片，炸到被动了。对。就还在拖，会不会考虑直接坐车？哎，坐车还躲了一次这个碎石。他还是不想去坐车的，因为坐车的话，一会儿他想被击倒之后再坐。他不想立刻坐车，因为他要给终点点门时间。还在躲。狼队这边是想走了，怎么说？带着监管走，应该是不会考虑的。但是我这样，我监管就但是都在终点了呀，监管带到三阵了。我说跟队友说，我送你们个礼物，感觉还是这个有点大。这个礼物不太敢说啊。中间说这起乌鸦了都要。这个起乌鸦就基本上知道求生者。大家都在这边了，有一个压机的。刚反正通电。大家都在这里。那我直接管你中间站门，你是不是贴起点要很久？对，而且底牌还在。不过好在点终点站是个野人，他有能力去多拖一口时间。对，就但是白鹿这边选择追野人的话，那就得想办法用藤蔓捆住。对，先开个门，这样。炸倒一下，炸倒一下。但是野人的猪被炸到就还好，是无所谓。跟求生者一样是可以吃4个碎石的。对，小明一直卡在这个站台上，利用地形，然后让你不好交通。可以看到熟练度非常高，利用这个地形。哎，他有点门掉了，难道这一届？绕路。但是起点真的还没点到。但是这个野性伙伴冲刺落地有一个僵直，直接缠住。有没有机会多抓？刚点到门，有机会的，他非常有机会。挂到椅子上，然后那个门都是刚好开完的。主要是你这个野性伙伴刚刚 OB 过一次了，就是你是非常短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短的，而且甚至门好像还开不完。底牌怎么说？要不要直接传？还是弹一下稳一手吗？稳一手，要不要？小天确实也没到门，因为白鹿是把这保平了嘛，他在透这个中间卡的人的位置。因为白鹿是把他保平就差不多够了，所以他选择求稳。哇，这么稳，而且马上要排到耳鸣了，再这么走下去，直接传了。小天回头要救人，把病患赶走。但是我觉得会比较。白鹿还在排这边，拦截到这边救人的小天能救到，但是冒乌鸦了，但还是能救到，能救到是能救到。对，然后1刀战挽留也要结束了。是，这波能救到就还行。对，救到的话，野人有野性伙伴，然后教授的话呢有鳞片，还是有操作空间。会不会有一点机会？我觉得只能说是让野人走门，然后让小天去溜地窖。但地窖就在脸上呀。对。但是野人走门也要时间，而且你现在底牌也交掉了。野人这个时间好像用的不是很久，他这个野性伙伴。那我要不要考虑追击野人？对，这快马加鞭，有点打不太过去，只能抓这。但是如果你追击这边的教授，要被缠住了吗？没有，没缠住，还是炸一炸，再开个门，这边稳住。把它架在这个位置，但是有时候还有飞轮。先交鳞片的话被炸倒了。同时预判白鹿出刀呢，这样保住了一个平局。太明显了。就以前本来就是这个榜上就很长时间没有拿，只是很久没有拿了。现在终于有机会拿出来了。对，但是军工厂的话确实高墙也很多。是，可能就是红蝶在阵容上确实克到了，可能会选择一个克制点去追击拉面或者画家。是的。那我觉得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个 L 型圈点，那就是说，哎呦，选择大方，单挑一下可以直接开局去追击你的画家。单挑一下，画家可能16不。不找不选择追你画家，不找，可能怕你这边携带手在看前天的，对，可能怕你是牵制天赋，是吧？不是，你也猜不到。对，确实，上帝视角看着还是很害怕的啊。有点想是先驱赶中场的求生者找拉队员。他感觉还是
想去。但拉队员他的就是危机是很强啊，没有。但是这个地方直接是空荡荡啊，啥也没有。没有人啊，拉队员现在在大房地窖点的位置。是。那前期红蝶只能攒一下这个燕尾蝶了。对，没事，积攒一下蝴蝶，然后再去找。好，现在已经积攒满了。现在确实是现在是等待闪现。哎，是的，等待闪现。但对于红蝶来说，其实挺亏的。确实。别逛是真逛。快一台了。是。哦，终于找到了，哎，终于找到了吧？找到了飞行家，应该是能锁定位置的。但是飞行家反而前的时候前置天发。是。哎，找到了，而且身位比较近。身距还是非常近的。是还有飞轮是可以进行博弈的。是我这边不用防。你飞，然后直接交一个大喷，好稳啊，小天。就不跟你飞轮博弈，是，而且拉队员还可以刷新了一下 CD， 不博弈就是最好的博弈。对，这边回头的话还是可以安全进窗。然后画家还来直接来保你的这个飞行家，但是不给你看画，这就是这种能捏道具的角色比较好的。是飞过来，哇，还好是交出了传奇背包。这边飞行家得闪开了，附近有队友，这个下板速度也是变成正常。是的，画已经开始画了，已经开始画，准备开始保，但是这边打到画家其实挺亏的呀，你画家是谁带一手画线唯一是可以要救人的，但是他有画，他也有自保手段，所以就还好。对，但是飞行家也还是选择去追击你飞行家，想博弈，哦，很稳，很稳。哦，这个板哦，砸头了，小天好贪啊，他就是想砸这个头，就是想砸你。对，交飞，我在交空气背包。但是这边有没有机会进板？能进，但是得博弈，还是博弈。哎，这头铁过板，头铁过板成功了啊！终于收获了头铁过板的回忆。但是我拉队员直接来给你激励了呀！但是手上有闪现，可能叠不满，叠不满，断飞了，闪现的机会。这边飞轮也是前面交过了，没办法了。长枪密码机是有机会够的这一把，是有机会够的。对，前期因为是被拉点拉得太久，但是画家被打了一道状态，他的化形尾翼可能不太好，对，不太好交了。可能需要拉队员只剩一波2次去救援，不过拉队员想依旧没有拉队员去补大第一波还是刷一波化险为夷，比较稳。让小明过来了，刷波化险比较稳，选择直接打铲子不打后面的运营。那甚至小明可以救2波。是的，这波是可以保一个无伤救的。哎，不打，没有选择打这边的。他把打一刀之后，小天就有机会牵制了。对，不过他也是一个白板了。但是其实。如果守门人再救一波的话，那飞家下来大概率是没有2手机会的。对，还是要看扛刀，就是看这波扛刀能不能扛。就来帮忙扛，其实场上密码机就只差最后一台，因为守门人肯定是修完遗产机再过来救的。但是机子是比较散的嘛，因为卡了观众上。对，比较散。补机的话，小明亮了之后再过来砍一下。然后果冻和。其实画家是比较适合打团那个角色，我感觉。是，但是画家这边被打没空，他得修完密码机之后，看小明能不能扛到刀了，然后再去接这个团。但是来了，画家修的倒数第2台，他应该要过来的。画家没有来，好像。但是前提得让小明进。画家在修这台，要核修，好像。再卡一点淘汰进度。看一下树林那台机子是画家去修了还是直接打必救？画家去修了，画家去核修了，就看这波扛刀了。对，就看扛刀，扛刀就有机会够。我这边飞行家的这个飞轮上去是要好了的。想先抽一刀，我打到 STN， 这个真对刀，这个时候强迫是不够的，不够，太神奇了这一刀。那我有机会，我有机会哦，最好还是不行，密码机应该是要够的啊！直接传，那我挂起我挂呀，我差点躲掉了。那这样开门这样就没有传送了。但是可以拖另外一幅画。他想去抓一个画家，没有回光返照吗？这样打排版。对，但画家的话，因为画家之间有 CD 嘛，有 CD 嘛。对，但是应该那个。就是拉队给他消了 CD。对，残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画出来的。得拦截一下。想拦截你拉队，但是求人是拉队是花球的呀，是有机会直接冲门的，是有机会3跑的呀，这局。在骗你，先骗花球，然后看你手上飞轮能不能交出来。翻过去，飞轮还在，是的。那我要直接冲门了这波。飞轮，那边有画家，那边有地窖3跑了！我的天哪！直接放一幅画走地窖，完成那个3跑。追入殓师大概率会被求人者包皮，但可能还是会选择去追冒险家。我还是得找冒险家。你把冒险家放到外面，他破译速度太快了。对。然后勘探员本身就比较克制你艾维嘛。是。我无限道具，我有机会16，有机会26，有机会36。对。应该不会那么简单。他们决定是让冒险家站在大房，入殓师站在冒险家的旁边，这样有机会开局能看一眼。对，但是冒险家被锁大房，我不亏的呀，我可以出来挖宝呀。搬树叶了。但是你可能要追我，我还是要自己走。看这边艾维想怎么控。进入比赛画面来看一下
伊斯人先往中场去寄生，驱赶一下求生者的破译。对，想去中场寄生一波守门人。冒险家的第一张书页似乎是在沙包的附近啊。是，那不太好找。再看一下位置，我觉得不太好找哎。对，那直接选择追守墓得了。应该还是想去找一下别人的吧。对，先本体驱赶守墓，看能不能找到冒险家。哎呀，这边是有意在防这个艾维。对，是躲着的。躲着的。然后守门人这边铲子也续出来了。要不要伊斯人去大门方向先寄宿一下再说？守门人是选择直接出土，然后先进交互点。对，因为你现在是双控，其实你追我的时候并不是很专心。那这边招伊斯人回来，可能就要追击一下这边守门人了。对，看一下这个要不要先来一个？应该会先喷一下。哎，没喷到位置。那我守门人在铲里面，你是寄生不了我的呀。对，主要是我现在这个寄宿 CD 也没有。那等下一口后。对，就本体吼看有没有机会。哎，有机会直接跟上吗？再看，还在看，但是他现在要本体吼的话，可能叠不到下一次金翅值。对，但是他是想看满下出来，对，然后再本体吼一下，叠到金翅值之后，但是没拼到啊，没拼到。对，那很难，有点可惜。看一下这一波守门人会不会选？哎，终于要找到小迪了吗？小迪是压了49的书页，没有爆点，应该不会再选择追击。主要这边是个半状态。现在换的话，闪现换，因为我手上有闪现。小迪还是太香了，主要因为我手上太香，守门有铲子，我进铲你是继承不了。对，吼一下，哎呦，97的金翅，要不要考虑消一波70度？飞轮消了，还好。刚刚这个逃兵是传过的，那我可以跟你拉开。对，而且这边还有窗台，转到大房板窗区的话，还可以再。但是没有闪现神威的呀。没错。对，还有窗台没用呢。窗台这边再交出来，往板区方向走，然后便想看一下位置。看了一眼，看过冒险家的，是看过冒险家的，对的。那我这边救人压力也没有了呀。对，这局的话还是前期有点没有把心思放到冒险家身上。是。然后后面再想找的话，冒险家已经是这个飞轮也转好了。入殓师也可能看过了。基本上时间拖够了。入殓师这边吃满了，但是没空管他。没空。等下一个寄宿 CD 吧，先击倒冒险家。没分到。95的一个侵蚀值，那我这寄生落地就要击倒了，击倒了。不过冒险家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然后姜文这边省一手闪现的。对，就是他的话，即使说是开门战密码机够了，可能也是很难去溜的。这边就看入殓师这边有没有看过冒险家。对，如果能放到第2波使用的话，就可以避免是能够弊端。对，避免没有回光返照的。也是成功补好状态了，守门人可以进行一波救。是，看一下外围。这波密码机大家各修各的，然后笑笑这波过来想卡一下这个淘汰进度。对，密码机进度是肯定够了，因为小迪他还是有一个输液的。是。看一下这波出铲安心，博弈好稳健的救援啊！是，主要是守门人出铲之后不掏给到打一波双倒，这波可以看一刀双倒，看到一个双倒，因为手上有闪现嘛，你不好牵制我的。对。而且现在这个守门人他是手上有输液的，对，就是现在相当于他也是冒险家。我冒险家会不会想办法卡一波窗台，然后进行一个拉距离？对，也可以，但是周围交互点不多，好像只有板子。伊斯人已经锁定到了这边，锁定到了小迪的位置。他是想进行一波双，先挂上，然后再去伊斯人别跟丢，再去击倒冒险家，然后直接把你冒险家闪现秒了，然后这个是看这波能不能逼出来，是就打你时间差嘛，打你求生者。但是勘探员是过来保了，好像是。对，勘探员过来去救守墓人，然后花瓷这边被寄宿管最后一台机。但是没有选择去找冒险家，好像不管冒险家，是想打一波手椅节奏。对，这边想交侵蚀值还是比较低的，是。吼一下，70的侵蚀值，救人压力。但是把自己弹远了。但是血线还有侵蚀值叠满，还有一些血线，还有机会博弈。是，还是要博弈一下，重来这波手艺。哇，太稳健的，太吓人了！这么稳健吗？可以不敢呼吸。这个笑笑跟奈奈救人都对，太有心得了，确实。感觉很会打 AV， 对，很会打 AV， 应该队里面没少打。直接选择闪现。那我还能去拖你上一节奏啊？是的，你闪现算上冒险家手里的输液，而且密码机已经够了。而且你伊斯人和能吸到吗？而且你伊斯人和本体都在大门啊！而且你挂上的这个人是有回光返照的。对，并且勘探员他弹走，哇，熟练度很高啊！而且花瓷的话，是不是已经应该是已经要过来救援了，对吧？花瓷得过来了。淘汰进度还是比较多的。花瓷过来了，然后最后是留冒险家压机。好像也是准备打开门战了，直接放伊斯人去小门去打一波控场。
但现在宠爱他手上没有技能啊，闪现在 CD， 对，他们不一定能那么快速击倒人。对，而且这个什么时候开还不是他决定的，这边密码机直接点亮。但是守门人能走到一个基础侵蚀值上。但是如果你把这个14人给招回来，把守门人击倒的话，那我小门就点开了，控不住了。对，而且看到刚才被寄宿过，现在还可以硬点一段时间。这波入殓师有灵柩，大胆给大门压力。是，这波就不敢那样子打，不敢追手。没错。 那求生方机会就很大了呀。是的，现在相当于4人开门战，手里还没有闪现。对啊，你手上没有闪现，压力很大呀。对，传过去，传过来，但是奈奈是奈奈。哎，这边回头看了一下，对，但是问题不大，手上还有磁铁。主要你没有闪现，你击倒不了看太远。是，就是你对我来说，你就是一个白板，击倒不了的。就根本没办法。招个磁铁，手上有飞轮，这边选择弹一下，熟练度很高，这个晕很久。入殓师看看这波是不是要给谁？他选择附融一下，应该是要给。 因为现在给看太原画可能会有点早，因为看太原暂时给冒险家画，可能冒险家对，就没决定谁在被追，主要是他可以等决定了，确定谁马上要倒了再画。反正你快击倒之前跟我说就可以。看来这波有击倒机会，是有。哦，这边飞轮没有消到云，但是我看太原是没有上过椅子，对，看太原没挂过，只剩40多秒了。那我冒险家可以直接点门啊，因为我。 有灵柩，对，冒险家有灵柩，然后中间这边卡了一个笑笑的守墓人，小迪也在点近点的门了，2个门都要开掉了，得稍微管一下近点门。这个门好像开掉了，对，脸上的门已经开是，然后这边再招灵柩，求生者现在想直接走是可以弄，是可以直接3跑的。 看一下他们是想怎么有点想铺垫，因为他可能会想到中间笑笑那个位置不好走。 他中间的人不好走，他得过来给压力。笑笑那个位置不好走，他冒险家要去给压力的。 58叠不满，58，然后这边有闪现，击到守墓人是一个挂飞，但是那边的门是开掉的呀。对，而且你要挂的话，那边的陶片一旦被按住，按住来不及了，而且没有2阶，也来不及了。关键是这边艾文是没有2阶的。对，那基本上是走了，走直线也来不及了，感觉。基本上是走了。就能不能寄宿一下蓝后边那个人？拦不了，前面的蓝后面。后面是一个满状态的入殓师。哦，那不行了。那可以看到。 那这样还了一个3跑，哇，4比4继续下去，又留下选这个宠爱，熟练度超级高的小丑，对，天天练习，我相信是不会断掉这个熟练度。对，而且唐人街练的绝对多。是，但这个阵容啊，他压力最大的可能是古董商和飞家，因为拉队员的话肯定是要被保护起来的，手上有铲子，反而是的机会比拉队员要舒服一点。哎，是的。然后飞家也在大防，然后守门人就帮飞家堵一下下面的悬点。确实，这个悬点确实不错。然后这个悬点还应该是守不到密码机的，比较难。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直接往大方方向去捡个零件。是选择先去捡一个零件，然后捡一下零件。分家选择原地蹲了一下，走了啊，就是过来取个零件。哎，有点想找中场的是雨晴，古董商是弹射，是想跟你古董商博弈的。不过他在房子里，古董商博弈空间还是很大。我小手是有抗阻的，也不是怕你古董商博弈。对，哎，在偏，点四是最稳的，点4是最稳的。但是我不是，我有抗阻啊，我不是很怕你这边。对，是我的 CD 会很快。啊，这波因为要博弈到了，但是还是拿到了。是，而且拉锯，而且我那个锯子是没有断的，就是我还能再装一个零件。哎，是的，因为是被古董商打断的嘛，是拿到10几刀了。没错。结果闪现看能不能吃出来。而且古董商是没有飞轮的，是比较难牵制了。确实比较难牵。这波直接被击倒了一下。 那这个击倒节奏很快，而且闪现也非常快，闪现没好直接击倒，就基本上开始。而且地下室，我天哪！那这边这把求生方真的特别难打了，是超级难打，而且他只有1个化险为夷，而且可能必须得用于出这波地下室，得改变战术去进行一个保平了。那我觉得求生方还是得压满救一波的，不然小丑后面去控场的话会比较难打。对的，好在说这个地方对于守门人来说有一个特殊打动点。现在对求生方好的有一点就是那边3连密码机，哎，但是白鹿知道啊，你这边可能会过来偷人，是拦得很死嘛。就是白鹿现在他只要稳定拿刀不被无伤救，就基本上是一个得分节奏了。外围的话，这一波可以观众效应狠狠吃一波。是的，你既然在下面守的话，那我就在上面多破一点。对，反正我打算压满救了。你上来，我就再过去那个神秘打洞点。 对，神秘打洞点。那你过半了，那我就直接准备就是。对，那这样的话，虽然说能无伤，但是过半秒就你有机会可以拿到。两边都可以接受吧？是，因为后面现在密码机是比较少的嘛。是的。
其实白鹿这波可以选择交一个1阶狙去开个2阶，其实。不过他这波，但是他有张狂也是可以走到2阶的，而且他闪现还在。其实下一波扛压的人，他起码得飞轮断一个狙才能不秒倒。是。这波雨晴倒在角落，这一波相当于是一个过半秒就保了小明的一个救人为无伤的状态。现在就得接下来飞行家跟拉拉队员的压力很大，爆大，压力爆大。白鹿他可是有闪现的。对。现在得有一个勇士站出来补足16的这个前置的不足的。你不站出来还不行，是必须站出来，因为你不站出来，我没办法修电机。对。我都不敢修。这边的话，再往前走是果冻的拉拉队员，拉拉队员手里有飞轮，就看这波飞轮的博弈，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搏飞轮。要不就吃板狙也可以。板狙拉走也对，板狙也可以。好，找小天，小天这边的上面有个高喷点，没有想直接喷进板，交闪了，好果断，真的很果断这个闪，这闪只要稍微晚1秒钟，晚一点就可能狙板上，对，可能狙板子上。对，但是小天的这个高喷也在，是这边交悬停，直接交大喷，断掉了，然后再回头找果冻吗？感觉是白鹿得去控下密码点击了。对。但是果冻手里虽然说没有振奋了，但是他手里还有手飞轮的，而且花球也是满的。而且2楼的板区已经是先把拉拉队员给逼下来吧。对，下来然后再回去，再去找拉拉队员。拉拉队员可以卡楼梯，这个楼梯能不能滚？白鹿熟练度好高，这么高的熟练度直接上了楼梯，熟练度太夸张了，这个熟练度。这个熟练度真的，这个楼梯真的特别难关。真没招了，只能说，而且这是2阶狙啊。是啊，移速很快，移速越快越难关。这个飞轮看能不能骗出来。先交花球，拉开身距，应该是跟翻，因为这边有减速嘛。再一个花球好像不太够了，这个距离。前面有板子可以的机会，应该是要击倒了。哎，飞轮没出来。对，这边是他是觉得白鹿可能会骗，可能会骗一下，但是没想到白鹿直接就是把你的那个飞轮用掉。好消息是外侧一台密码机已经在起了，而且守门人在脸上，你只要敢继续控场，我就能秒救。但是外侧一台密码机可能性都会想放下来，再拿一刀守门人的状态，拿一刀守门的状态，但是守门人很稳，直接敲这个铲子，很难拿到状态的。那逼下道具也其实也还可以，那可能要控场，要控场了。对，你要是直接挂上拉队员的话，就是保。但是把守门人骗出来，想去给一狙，这波白鹿真的好老刀啊，太会抓机会了，这真的太老刀了。这一波可能。但是我拉拉队员是刚刚放过一波的，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咬一下。应该还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吧。感觉这个会有点可能要帮忙推一下。我觉得推一下，咬了！哇，大家真是高手过招，而且密码机现在已经压好了。再交狙可以直接亮，不交了。那我有挽留，要把这个挽留的优势发挥出来。要平局了，现在这个节奏。是的。闪现看能不能拖好吧。先吃一句，主要是我没有底牌啊，我闪现拖好也没太大的作用。对，就闪现拖好只能留一个。这就一人站一个门，然后一个人站中场，基本上就是他闪现。一笑的位置就在脸上，那边那有机会3跑吗？有飞轮的，我拉拉队员是。飞轮没开，但是门没开。交发球，门没开，那边门还是没开的。对，果冻在骗，果冻在骗白鹿。交闪还是倒，一样的。其实，保住平局，保住平局，悬念留到最后，扛住压力了。对，从局势上来看，狼队这个平局对于雄者来说是可以接受。娃娃一台，本体一台，囚徒连2台，杂技1台。对啊，其实这种挺完美的，就是对于修机速度来说是很完美。对的，但前提是机械师的机械傀儡得保住。其实不太好保住。是的，艾维可能会。但是如果你艾维要处理我机械傀儡的话，那就不太好去追。反正你处理机械傀儡的话，你就意味着你的好中间的前锋小门的选了一个十字形，一个比较常规的上对，比较常规。然后狮子楼的接师以及3连方向的囚徒，2个修机位一左一右，主要不想要双边留下3连。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就先想干扰一下中场的前锋。中场这边可以路过激速一下。感觉好像还是朝着机械师的方向，14人去找一下囚徒吗？但是前锋这个前锋他想等你靠近密码机再去激速。对，稍微罩住了一下密码机这个激速。14人找，但是也没有完全罩住。前锋找囚徒收回来，找机械师，但是前面是一个机械傀儡吧？机械傀儡。但是你14人招到机械傀儡附近的话，你本体离
机械师就越来越远了，这样处理不掉机械师啊。一点点。对，他在找本体，他得本体去把这个傀儡清掉，14人去找机械师，这样才能处理掉。是的，可以看到小迪其实很老道，他就是双控。对，他的娃娃和本体都在甚至娃娃都不想给你机会，他娃娃都不想给你任何找到了机会，他就藏在那个模型后面，让你看不到。是的，往前走的话，但是稍微被绕。但是我这边有一手弹射是不太怕这波被绕到的。但是已经60了。没吼到，没有吼到，没吼到。我弹射这边是能规避这波拿到的。是。前面的话能进到板区，有一个博弈的机会。笑这边再干扰一下密码机，但是前面有机会给走地刀啊，很快的。对，是有机会走。飞轮省一下吧，等下次。等下一波激素。激素终结。这边撞一下能不能消掉侵蚀度呢？有机会。感觉因为没点可转了吧，很难跑出范围。应该还是想在大房牵制。是的。对，再管一下。这边激素到娃娃。到后面有机会，哎，不过侵入掉消了，因为他直接到大房后面掉了。那我这边没有闪现终，这边没有闪现终点啊。提前传到这一台密码机去保证你的侵蚀不要掉光。是，但是已经要掉光。那可能宠爱这边会有点难受。确实落地之后而且这边是有个高地差的。对，我前面上面还有板区呢，并且你没有携带闪现呀。是，落地之后终结不了。感觉这一波如果宠爱不闪现，那求生方应该能猜到时代的时长。是的，是的。这边应该是能猜到带的时长。你看这个点不闪的话，对，肯定是不是闪现了。那前面的话还有个交窗弹的机会，这个点不交移形，那个点不交闪现，那基本上就是时长。对，然后囚徒过来，囚徒过来还想 OB 一下，可以 OB， 因为知道你这边带的是时长嘛，就想尽量去拖外面的密码机，还可以再绕一圈。那我前锋还可以 OB 啊。过来，这边先踹一下密码机，那你当面交时长，那当面交时长，那我前锋就可以操作你了。对的，对我可以，我保不了这个倒地的，我还可以保。本体吼没有吼到，前面还可以交出窗台，不好意思，落地刀有了，还可以，这算是及时止损了。是，场上密码机只有2台半。对，这边有个地下室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可以吃满观众效应，会让你安心的挂到地下室的。真的可以吃满观众效应。前锋应该不会去 OB， 哎，没有挂地下室，给到一个汽油刀，他挂不了，有前锋。哦，前锋在门口。看一下这波寄宿一下，先寄宿花瓷，不太敢赌，直接拉球，哎，我撞到了，因为它是一手撞，因为它是一手底排位，它没有耐受力，对，所以撞到了。真的很敢操作啊，真的太敢操作。这波保状态太关键了呀！这波保状态意味着我还能再卡你一波。是的。我外密码机观众效应，我砸线也可以吃满观众效应，而且没有击大到，那我有弹射，我可以转到前面的。是。交互资源。机械师这一波至少也非常好，至少能拖很久，而且手上有个飞轮。对。我飞轮还有机会躲你下一波技术。这边得空14人去压迫一下外侧求生者的破译了。抽刀下板，抽刀。这边有点可惜。不过接日语没有皇冠反照。但是外面电击是挺多的了，因为求生方只要保平就行了嘛。看有没有机会，就是不打开门战运营，然后保平。是，就是打一个4人开门战，然后让他管不到门。让他管不到门，然后2个人点一个门。对，就是把精力放到点上这个人。对的，就看花四这边是想站住密码机，想过来打一个，然后想再踹一下吧。得踹，就到脸上。再踹一下。但是这个台其实被踹了，风险没有那么高，因为这台是多的那一台。多的。这2台密码机比较持平。这边宠爱是想打一个那个，就是来回让求生者没有办法安心休息，就刚好卡到2阶嘛，直接补了个距离。是。而且火球还扣到了，给到一刀。因为有2阶了。2阶了，然后小迪那边可以等这个寄宿。现在手上就差刚才被踹的那台密码。就看这个14人喷了，这个喷到了就平了。就那个机会多。寄宿，喷到了啊！但是密码机可能压不住了，你要挂机，密码机就可以是能量的，是能量的。可能就是一个3人开门战，而且手里还没有技能，但是有底牌。但是我能拖，他可以强行拖。对，我能拖我底牌。对，直接点亮了。奈奈这边也没有国王反照，然后正好现在本体和14人在2个门。而且前锋可以去捡娃，但是前锋可以捡娃还是个4人开门战，前锋可以去捡结实的机械傀儡。看一下怎么安排这一波开门战。奈奈还是在往门口靠，驱赶一下囚徒，给个陶片。感觉求生方应该能意识到带了底牌，因为前面没有。是的，一般来说，一般艾维很难去带一个纯时长嘛。是。对，而且包括像前锋刚才那波撞，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耐受力这个点。这个机械傀儡已经被前锋捡到了。前锋捡到机械傀儡可以去给一个门的压力，然后让求生者只要不贴门的话，压力就没有。给到机会。对，但是这个机械傀儡的位置可能会有点远，在狮子楼的背面。但是这是机械师的机械傀儡，所以它留的这个电量还比较多，可以贴到门，而且还能帮助打开门战运营。这边有没有一个击倒囚徒的机会？好像还差一点。这边闪现好了，是有机会击倒囚徒的。他要不要切？但是有电，
球队这边有电，得交闪，应该要交闪击到了。哦，飞轮了，手上还有电，再交电，然后另外一侧门应该是要你看到点了，前面看一个还是能击倒，但是侧的门能守住吗？挂上的话，我挽留能脱掉呀。是的，寄宿下，打这边先不点了，比较慢一点。然后点上还有一个人，点上娃娃是娃娃在点门，是娃娃在点。那娃娃这个门主要是挽留时间能突破。娃娃这个门，我2个人一起来卡你。对，娃娃甚至还能来给一些救人压力。哎，传的逃偏不对，救到呀，这边人要救下来了，甚至还能把这个那囚徒有机会3跑呀。另外一侧杂技也继承不了了。我囚徒我有双弹，我电快好了，有机会3跑的呀，对吧？是的。娃娃门已经要开了，杂技人寄宿不了，门要开了，守不住这个门了，寄宿不了。是的。压回来本体，但那边没有逃骗过去，而且传的是要弹最里面，是的，前锋和杂技都能走。要走了吗？走了，走了，那这样就看囚徒能不能走。看囚徒能走了。囚徒的位置往地窖方向冲，基本上是能走了，因为只要走直线就不会叠满。没错，能拦住囚徒吗？走直线拦不住，拦不住，拦不住了，拦不住了。就2级也没好嘛。是的，最终完成一个3跑，完成一个3跑，再加一个电，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MRC 啊，晋级到我们的胜者组的下轮当中。真的打得太精彩了，这个回真的太确实是我们比赛整个都拉满了，最后是一个5比3